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。此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，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末农民起义之陈胜吴广起义。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派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，之后就征调几十万民夫修建万里长城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南征百越，之后动员30余万军民驻防岭南。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又动用70余万人，要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阿房宫。2年后，秦始皇驾崩，秦二世登基。秦二世登基后，又从全国征调几十万囚徒和民夫，一部分继续去完成秦始皇陵墓的建造，另一部分继续建造阿房宫。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不过2000多万，而自从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前前后后被征发去筑长城、守岭南、修阿房宫、建秦始皇陵以及各种劳役的人数，合起来差不多有200-300万之众。在极短的时间里，耗费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，无休止的劳役赋税，逼得百姓怨声载道，人民的负重也已达到极限。公元前209年秋，也就是秦二世继位的1年后，朝廷在阳城地区征发了900名民夫到渔阳去戍边。这些民夫由2名县尉押送，县尉又从这些民夫中挑选了2个人，封他们为屯长，管理其他民夫。这2个人，一个叫陈胜，阳城人，字涉；一个叫吴广，阳甲人。就这样，这个900多人的小队伍就从阳城出发，前往渔阳。此时正是7月的多雨季节，一连几天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行进缓慢。在走到大泽乡的时候，他们预估已经不能如期到达渔阳了。按照史记记载，如果超期到达，按律当斩。陈胜和吴广就商量说，我们到达了是死，逃跑了也是死，还不如一起起义，推翻暴秦，大不了也是一死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于是他们就开始筹划起义。首先，他们用朱砂在白绸上写下“陈胜王”3个字，偷偷地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，等戍卒将鱼买回来，就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。到了夜里，吴广又在附近的古庙里点燃篝火，模仿狐狸的声音叫道：“大主星，陈胜王。”这番操作是为了在戍卒里形成起义是天意所为的假象。紧接着第2天早晨，吴广就故意说要逃跑，以激怒县尉。县尉果然鞭打吴广，还拔出了佩剑。吴广见机奋起夺剑，杀死了县尉，又在陈胜的帮助下合力杀死了另一个县尉。之后便在王侯将相引有种乎的呼喊下，用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宣布起义，号称大楚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平民起义。陈胜任命自己为大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起义军以袒露右臂为标志。他们的第一仗是进攻大泽乡，攻克后再攻打祁县，紧接着又进攻至赞、谯、苦这等区域，全部取得了胜利。就这样，他们一面进军，一面不断地补充兵员，扩大队伍。等起义军到达陈县的时候，已拥有兵车600-700辆，骑兵1000多，部族数万人。此时，陈县的郡守和县令刚好都不在，只有留守的郡丞领兵与起义军交战，结果兵败身亡，起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陈县。在这里，陈胜召集了地方豪杰以及3老前来议事，在他们的支持下，陈胜自立为王，国号张楚。站稳脚跟后，陈胜便派出了5路大军4面出击，扩大战果。第1路为北征军，以武臣为将军，邵遭为护军，张耳、陈馀为左右校尉，率军3000北攻赵地。第2路为南征军，以楚人邓宗为将军，向南攻取9将军，也就是原来楚国的故都寿春。第3路为西征军，以魏人周福为将军，向西攻取魏地。第4路东征军，以广陵人邵平为将军，向东攻取吴越之地。这4路军都属于偏师，目的是扩大地盘。而第5路则是陈胜的主力军，以攻取咸阳为目标。他将主力又分为2路，第1路以吴广为代理王，田臧、李圭等诸将跟随，向西攻击军事重镇荥阳。荥阳此时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，原因是秦国统一天下之后，
在荥阳西北的鳌山上建立了关东总粮仓鳌仓，这是秦军在关东所有军事行动的粮草后勤补给站。第二路以楚人宋刘为将军，率领偏师经过南阳，靠近武关，从侧翼配合吴广大军。各路起义军出发后都在攻城略地，进展非常顺利。只有最重要的一路进展受挫，就是吴广率领的主力进攻荥阳城，久攻不下。荥阳的守将是李斯的儿子，三川郡守李由，他竟然以一城之兵拖住了吴广率领的主力大军。陈胜意识到，起义军人数虽多，但真正懂战争的将领并不多，需要重用有战争经验的大将。于是周章进入了陈胜的视野。周章字文，曾经跟随项燕参加过10几年前的秦楚之战，并在20几年前还做过楚国国相春申君的门客。陈胜给了他大将军印，让他率领一支军队绕过荥阳，攻打函谷关，直插秦朝的心脏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秦军的主力被吴广、宋刘等人牵制着，所以周章这一路基本没有碰到像样的抵抗，反而沿路还不断的有民众加入。等到函谷关外，周章的大军已经增加到数十万人。函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，当年6国几次合纵伐秦，纵使伏尸100万，也没有一次能够攻破。秦国正因为有了函谷关，才能进，可逐鹿中原；退，可闭关自保。然而这一次，曾经挡住过庞涓、赵武灵王、孟尝君、廉颇、赵奢、信陵君等先秦历代名将的千古雄关，竟被一个无名之辈的周章给轻易地攻破了。原因竟然是函谷关上根本就没有秦朝的重兵把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问题出在了咸阳宫。此时秦朝的起义队伍已经是遍地开花，关外早已烽火连天，而咸阳宫里却依旧是歌舞升平。齐二世登基后贪娱享乐，就将朝政都交给赵高把持。告急的文书一封接着一封的涌向咸阳，但都被赵高给齐二世说成是小股的盗贼，不足为虑。后来凡是从关外送来起义军消息的信使，赵高都以欺君之罪加以处决。之后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敢讨论起义军的事了。不能解决问题，就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。此时周章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冲进了函谷关，一路杀到了咸阳城外数十里的细地。但此时咸阳周围只有5万中卫军，而且又没有要塞可守，想要阻挡住周章的几十万大军，根本就是以卵击石。而从其他地方抽调秦军回防都城，也根本来不及。那么周章能够取胜吗？齐二世又会用什么方式来化解这场灾难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09年，也就是齐二世元年的冬天，陈胜吴广起义军的大将周章率领几十万大军冲进函谷关，一路杀到距离咸阳城数十里的细地。那么无险可守的咸阳城还能守得住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陈胜吴广起义最后的结局。周章的几十万大军已经打到了细地，而咸阳周围只有5万中卫军防守，咸阳城以及大秦帝国已经走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双方的局势。他就是秦始皇陵的监工少府令章邯。他对齐二世说：“今贼众势大，且已破，要发进献之兵，恐不及矣。骊山意图甚多，臣请赦之，尽给兵器，使陈帅以出击，当可退贼。”齐二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同意了章邯的提议，让他从70万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的刑徒中挑选精壮者，发给武器，抵抗周章大军。很快，章邯就组织起了一支几十万人的刑徒军，经过简单的训练和动员，便大举朝细地杀来。这是自秦始皇统一6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，双方投入的兵力近100万，声势极为浩大。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却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就分出了胜负。章邯率领刚刚组建的刑徒军冲向细地，周章的几十万杂牌军就四散奔逃了。周章自己则只带着少数人马逃出函谷关，退守曹阳城。章邯取胜后也没有乘胜追击，因为这些刑徒军出发后就不停地有人开始逃跑。章邯花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整顿军务，之后才打开函谷关，
浩浩荡荡地朝关外杀来。周章败退后，向陈胜请求支援，陈胜连忙命令武臣前去增援。因为之前陈胜派出去的4路偏师，武臣这一路的发展是最好的，他只靠区区3000人渡过黄河，一路上不攻而降城，不战而略地，传檄而千里定。这时他已经坐拥燕赵之地40余城，属下兵马10多万。然而他发展好了之后，就想脱离陈胜吴广。他先是自立为赵王，然后兵分3路继续扩大地盘。他派韩广领兵攻击燕地，李良进攻常山，张衍攻击上党。而且武臣自立为王之后，其他将军们也都纷纷效仿，有的是自立为王，有的则扶持原来6国的宗室为王。对于陈胜的命令，已经没有几个人再听从了。武臣的部将韩广在平定了燕地后，脱离了武臣，被原来燕国的贵族拥立为燕王。另一个部将李良攻克常山后，又被派遣攻击太原。李良的部队到达石邑时，秦军已严密地封锁了井陉，无法去往太原。于是他准备带兵返回邯郸求援。在回邯郸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喝醉了酒的武臣的姐姐，并且羞辱了李良。李良之前就受到了秦军的诱降，本来还在摇摆，又受此羞辱，他决定叛变。于是他派人追杀了武臣的姐姐，之后又率军袭击邯郸。邯郸方面猝不及防，武臣、少骚被杀，张耳、陈馀侥幸逃脱，立原来赵国的宗室赵歇为赵王。李良则投降了章邯。东路军的周福平定魏地，一直攻打到狄县。原齐国的贵族田丹则率众杀死其地的秦朝官员，自立为齐王。之后反击周福，周福退兵。周福转头向西，继续平定魏地。之后拥立魏咎为魏王，他被任命为国相。南路军的葛英平定了九江后，立襄姜为楚王。至此，原来6国的旧贵族都冒了出来，纷纷建国，抢夺胜利果实，而陈胜、吴广这些起义军的首倡者则反而被边缘化了。陈胜此刻还坐在陈县的王座上，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因此被围困在曹阳城内的周章也不可能再等来援兵了。孤军奋战了近2个月之后，曹阳城被攻破。周章又带着几千残兵溃退到秦赵边境的渑池。10几天后，周章在绝望中自杀身亡。灭掉周章后，章邯将矛头指向了吴广率领的大军。此时吴广军的内部也矛盾重重，暗潮涌动。原因是吴广掌权之后变得心高气傲，不得人心，属下大将就开始离心离德。周章失败后，田臧和李圭等人就捏造了一份陈胜的圣旨，处死了吴广。几天后，陈胜接到了吴广的人头，虽然感觉到悲哀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赐田臧为上将军，代替吴广继续统军。田臧掌权后，便命令李圭率领少量兵力留在荥阳城牵制理由，他自己则亲率全部精兵向西迎战章邯。章邯已经补充完了粮草，以逸待劳，迎战田臧。等到田臧的大军一到，转眼间就被章邯的刑徒军给击败，田臧战死。之后章邯便率领刑徒军扑向荥阳。李圭听说田臧已经战死，也丧失了信心，率领剩余兵力仓皇应战。章邯身先士卒，亲自率领一支精锐冲锋陷阵，永不可挡。城内的李由见援兵已到，也率领守军倾巢而出。在2面夹击下，主将李圭战死，余部也被迅速扫清。至此，被围困了将近半年之久的荥阳城终于被秦军占领。章邯和李由2支秦军主力胜利会师。荥阳之战胜利后，章邯便率领全力进攻陈县。陈胜亲自率领起义军与秦军展开激战，虽奋力拼搏，终究未能挽回败局，被迫退到下城父。在这里，他准备重新聚集力量，继续做反秦的努力。但没想到陈胜却被自己的车夫庄贾给杀害了。至此，陈胜吴广起义彻底失败。从大泽乡开始谋划起义，到称王立国，再到兵败被害，前后经过不过半年而已。虽然他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他点燃起来的反秦烈火却已烧遍了整个大秦帝国。原来的6国都纷纷地开始重新建国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刘邦、项羽等人也开始起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
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起义后，刘邦也在沛县起义。那么，刘邦起义的经过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末农民起义之刘邦起义。公元前256年农历11月24，刘邦出生在沛郡丰邑的中阳里。这一年，秦始皇3岁。刘邦的祖父曾是魏国丰邑的邑令，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，家道中落，只是一个边户的平民。刘邦的父亲叫刘湍，母亲刘媪。刘邦是他们的第3个儿子，取名刘季，也就是刘老三的意思。直到他称帝后，才改名为刘邦。年少时，他非常仰慕魏国切符救赵的信陵君，可等他长大后，到了魏地，信陵君早已去世，他就投靠到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张耳的门下。张耳待人谦和，与刘邦的交往较好。刘邦在张耳家中住了好几个月。秦灭魏国之后，张耳成为了秦国要捉拿的要犯，他只能遣散门客，被迫逃亡。刘邦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沛县。秦灭楚国之后，刘邦的家乡被设为泗水郡，他通过考核，成为了一名秦吏，做了泗水郡的亭长。他为人豪爽大方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在此期间，他与卢绾、樊哙、萧何等人交好。卢绾是与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幼年好友，长大后又一起读过书。樊哙是沛县市井的一名屠夫。萧何是沛县的主力院，是县令的属吏，负责一县之力升降进退的官职。刘邦喜欢喝酒，也喜好美色，他与沛县的一名妇女曹氏交好。曹氏还给刘邦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刘肥。公元前219年，有一个单妇人，人称吕公，他和沛县的县令是好友，因为在家乡与人结仇，便举家搬迁到沛县定居。他很喜欢给人相面，在一次宴会上，他看了刘邦的相貌后，便决定将22岁的女儿吕雉嫁给37岁的刘邦。从此，刘邦结束了单身生活。在他们结婚10年后的公元前209年7月，刘邦得到了一个差事，他要以亭长的身份押送本县的一批民夫去骊山修缮秦始皇陵。但一路上陆续的有民夫逃走。按照秦朝律令，如果不能将民夫如数押送到目的地，他将被杀头。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水泽地时，他所押送的民夫已经少了一大半。他停下来饮酒思考。到了晚上，他决定把所有民夫全都给放了。民夫们感恩戴德后，便一哄而散，但还有10几个人没有走，他们愿意一直跟随着刘邦。刘邦很高兴，便决定带着他们先到芒砀山中躲藏起来，再做打算。此时，刘邦有些酒醉，又走夜路，便派了一个人前去探路。探路的人回来说，前面有一条大白蛇挡住了去路。刘邦就仗着酒意，上前去把大白蛇斩成了2段。之后便有了一段传说，说他们走到路口时，发现有一个老婆婆在哭，上去问了之后，老婆婆便说她自己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，但是刚刚却被赤帝的儿子给拦腰斩断了。正在众人茫然之际，老婆婆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此时所有人也都明白过来了，老婆婆所说的赤帝的儿子不就是刘邦吗？他刚刚拦腰斩断的白蛇竟然是白帝的儿子。于是众人便认定刘邦就是真命天子，决定拥护他起义。当然，这种故事在开国君主里发生过很多，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。接下来他们一行人就转移到了芒砀山，隐没在山岩丛林之中。沛县的年轻人们听说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后，就陆续的有人去投奔他，刘邦的队伍也扩大到了数百人之众。同年秋天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消息传到沛县，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起义。于是他与属下商议，主力院、萧何和御院、曹参就给县令提议，应该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都召集回来，一来可以增加力量，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。县令觉得有道理，便派樊哙去芒砀山邀请刘邦，刘邦就带领着芒砀山上的数百人返回沛县。可这时县令却突然又反悔了，他担心一旦刘邦回来之后不好控制，弄不好还会杀了他。于是他连忙命人关闭城门，不能让刘邦进城，并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。二人闻讯后连忙逃出城外。刘邦到了沛县城外，得知消息后，便将一封信射进城中，
鼓动城内的百姓联合起来，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，一起保卫家乡。百姓们本来就对从来不体恤他们的县令不满，于是便杀了县令，打开城门迎进刘邦等人。接下来就是推举带头人。起义毕竟是个危险行业，萧何和曹参都是文吏，担心如果起义不成，不仅身家性命难保，还会被秦朝诛灭九族。大家一致推举刘邦来领导大家起事。于是刘邦被推举为沛县县令，依照处置称他为沛公。他设祭坛，立赤旗，自称赤弟子，开始了起义。此时是秦20元年，公元前209年10月，刘邦48岁。很快，刘邦起义军的人数就扩充到了3000人，开始攻打周边的郡县。先是攻打胡陵，之后夺下方隅，与泗水郡的坚平大战于丰邑，并将其攻破。破城后，他让雍齿驻守丰邑，自己率军继续攻打薛县。泗水郡的郡守战败，逃往了七县，却被刘邦麾下的左司马追上后斩杀。接着，刘邦率军返回抗父。正当刘邦的起义军攻城略地，进展顺利的时候，魏国的国相周服却率领大军攻打方隅，结果方隅全城投降了周服。之后，雍齿所据守的丰邑城也投降了周服。刘邦大怒，举兵反攻，但未能攻克。雍齿是沛县的豪门望族，他一直看不起刘邦，还曾多次的折辱刘邦。而他的这次反叛也给刘邦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，不仅地盘全丢了，人也被气得生病了。无奈，刘邦只能先回到沛县养病。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过单薄，如果继续这样单打独斗，是很难成事的。雍齿之所以敢反叛，又能坚守住丰邑，主要是有魏国在做靠山，所以他也需要找一个靠山。在这期间，他听说东阳宁军和秦家在刘县拥立了楚国贵族的后裔景居为楚王，于是他决定去投奔景居。在路上，他遇到了同样要去投奔景居的张良，两人交谈之后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，于是张良便放弃了投奔景居的念头，直接加入到了刘邦的队伍。刘邦任命他为旧将，之后他们便一起加入了景居的阵营。这时，章邯的部将司马懿攻打楚地，屠戮了象县之后，又进攻砀县。刘邦和东阳宁军奉命率军迎击，在萧县西与秦军展开激战，但出战不利，他们只能暂退到刘县。经过兵源和粮草的补充后，再次进攻秦军。经过3天的激战，终于攻下了砀县，并得到军卒6000人。接着乘胜，又攻取了下邑。经过这2场胜仗的兵源补充，刘邦的军队实力大增，他决定从下邑出发，再次攻打丰邑。结果还是没能攻下。这时他又听说项燕的后代项梁和项羽也在吴中起兵，实力强大，而且此时项梁军已经到达了薛县。他便留下军队继续包围丰邑，只率领100多骑跑到薛县去见项梁。那么刘邦和项梁见面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项梁和项羽又是怎么起义的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随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，刘邦在沛县起事之后，项梁和项羽也在吴中起事了。那么项梁和项羽又是怎么起事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项梁项羽起事。项氏家族是楚国的贵族，世代为楚国的将领，受封于项帝，因而以项为姓氏。到了项燕这一代，成为了楚国的名将。公元前224年，在秦灭楚国的战争中，作为楚国统帅的项燕被王翦击败，拔剑自刎而亡。之后楚军战败，楚国也随之灭亡。项燕的儿子项梁为了躲避秦王朝的追捕，便带着年幼的侄子项羽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。在到了岳阳县这个地方后，项梁因为犯法被当地的官府逮捕。在狱中，他想办法委托了祁县的狱院曹咎，写信给岳阳县的狱院司马欣，通过疏通关系平息了这起案件。可见项梁的人脉还是很广的。可出狱后，项梁却又因为杀了人，带着项羽一起逃往吴中避难。吴中当时是会稽郡的首府。项梁因为隐姓埋名，吴中人也不知道他们叔侄2人的真实来历。
因为项梁为人豪爽，遇事善断，见义而为，所以深得吴中人的信任。每次遇到兴办大功、喜丧之事，都是由项梁来主办，他也能将所有事都办得井井有条，于是吴中人也都愿意听他指挥。项梁还擅长辩论和游说，他平时就用治军之法来部署和勒令他的门客和家中子弟。他还偷偷地培养了90名壮士，在他所供养的猛士中，体格最高的人能拔起树木击打地面。他还在宅邸里秘密地铸造大钱，用来购买甲胄和兵器。就这样，他在吴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，并且秘密地组建起了自己的反击力量，只在等待一个机会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，之后各地纷纷响应，弑杀郡县长官而起兵的，单在楚国就地几千人以上聚集成军的就不计其数。消息也迅速地传到了吴中，会稽郡的郡守殷通就找来项梁商议。他说，长江以西都已经反叛了，灭亡秦国的时机已经到了，现在是谁先动手就可以制约别人，后动手的就只能被别人制约了。所以我也打算起兵，由您和桓楚来统帅军队，你看如何？项梁表面上在积极的应付，可暗地里却与项羽密谋。项羽便斩下了殷通的头颅，佩戴上他的印绶。众人见状都大惊失色，乱作一团。随后项羽又击杀了上百人，所有人都害怕地趴在地上不敢起身。项梁随即又召集了之前认识的豪强官吏，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，大家也都表示支持。于是项梁便自任为会稽郡的郡守，封项羽为皮将。吴中的豪杰们也被任命为校尉、军侯、司马等官职。这一年项羽24岁。随后项梁派人收服了会稽郡下属的各个县城，得到精兵8000人，正式在吴县起事了。公元前208年正月，也就是项梁起兵后的第5个月，陈胜被章邯军击败，被迫退到下城父。之后他被跟随了自己几个月的车夫庄贾给杀害了。陈胜死后，他原来的部下们也开始另寻出路。秦家在得知陈胜失败后，便在刘县立了楚国的王室后裔景居为楚王。少平则渡江后，假传陈胜的命令，封项梁为上柱国，相当于丞相的职位，项梁欣然接受。之后少平又说，如今江东已经平定，但中原的战事却不容乐观，陈王命令你紧急渡过长江，去对抗凶恶的秦军。项梁欣然受命，率领8000人渡过长江，向西进军。项梁听说东阳县的令史陈婴已经拿下了东阳县，便派使者去与陈婴商议，联合起来共同西进。东阳县人本来是想立陈婴为王的，但是陈婴不敢自己领头，于是带着东阳县的2万人归属了项梁。项梁渡过淮河后，英布和蒲将军也领兵前来归属，这样项梁的总兵力就达到了6、7万人，驻扎在下邳。随着项梁实力的增长，有识之士都前来投靠，包括韩信也成为了项梁麾下的一名小兵。韩信是淮阴县人，他自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既没能做官，也不会经商。母亲去世后，连自己的生计都难以维持，常去别人家里蹭吃蹭喝。在南昌亭的亭长家里，一连吃了几个月的闲饭。一天早上，亭长的妻子偷偷地把饭煮好后吃完，等韩信回来后，发现没有给他准备饭食，便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一怒之下便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。之后他就在城下钓鱼，在河边漂洗丝棉的大娘见韩信饿得不行，就拿出饭食给韩信吃，一连又吃了几十天。有一天，韩信在街上遇到了淮阴县的一个屠夫，他对韩信说，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，还喜欢带刀佩剑的，其实你胆子很小，有本事你就用佩剑来刺我，如果不敢，就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韩信便当着众多围观人的面，从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，这便是史书记载的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。当他听说项梁大军已经平定了江东，现在已渡过淮河准备北上，便投奔了项梁，成为项梁手下的一名士兵。同年4月，秦家和楚王景居率军驻扎在彭城以东，准备迎战项梁。项梁对众人说，陈王起事后作战不利，如今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可秦家却背叛了陈王，重新又拥立了景居为楚王，
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于是晋军攻打秦家，秦家战败，项梁军一直追击到胡陵县，追上了秦家。两军在此大战了1天后，秦家战死，军队投降，景驹逃走后也死在了梁地。项梁兼并了秦家的军队，驻扎在胡陵县，打算率军继续向西进攻。此时章邯的军队已经到达了蓟县，项梁便派遣别将朱基时和于樊军率军迎战。结果于樊军战死，朱基时战败后逃亡到胡陵县，被项梁诛杀。随后项梁率军进入薛县，等到达薛县时，项梁的兵力已多达10几万人。上集我们讲到，刘邦2次攻打叛徒雍齿，但都没有成功。他听说项梁到达薛县后，便立即跑到薛县去见项梁。那么他们见面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邦2次攻打叛徒雍齿，但都没有攻下。他听说项梁已经击杀了楚王景驹，并且领兵到达了薛县，他便带着100多骑前去拜见项梁。那么他们见面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归属项梁及项梁战死。刘邦在薛县拜见了项梁后，项梁便调拨给刘邦5000人以及5大夫爵位的将领10人。刘邦就带着这些人回来后，再次领兵攻打丰邑。最后雍齿战败，投奔了魏国。张良当时也跟随刘邦到薛县会见了项梁，他给项梁建议应该多扶持盟友，以增加反秦的力量。项梁觉得有道理，便立了韩国宗室的后裔韩成为韩王，并让张良担任韩国的司徒，辅佐韩成，率领1000多人向西攻打韩国旧地。项羽则率军攻打襄城，结果襄城久攻不下。等城破后，项羽便将襄城的人全部活埋。6月，项梁确定了陈胜遇害的消息，于是召集各路将领返回薛县，共同商议反秦大计。此时70岁的居巢人范增也来到了薛县，他劝谏项梁说，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，原因是秦灭6国，楚国是最为冤枉的。当年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扣留在咸阳，最后客死于秦。楚国人直到今天还都同情和怀念他，因此楚南公才说，楚虽3户，亡秦必楚。但陈胜起兵后并没有拥立楚王的后代，而是自立为王，所以他的运势必定不会长久。现在你也在江东起兵，楚国各地的将领都蜂拥而至地归附于您，原因就是您家世世代代都是楚国的大将，他们都期盼您能重新拥立楚王的后代为王。项梁听取了他的建议，让人去寻找楚王的后代。最后在民间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。找到熊心的时候，他正在给别人放羊，回来后便被项梁拥立为楚王。为了顺从楚国的民望，仍然把他称作楚怀王。紧接着任命陈婴为上柱国，跟随楚怀王建都于盱眙，项梁则自号为武信君。此时章邯的大军正在进攻魏国的临济，魏王就连忙派遣相国周服前往齐国和楚国求救。齐王田丹和楚国的项梁分别派出大将田巴和项佗，随同周服前去救援魏国，齐王田丹也亲自前往。结果等他们到了临济后，章邯趁着夜色突然偷袭，大破齐魏联军，齐王田丹和魏相周服全都战死。随后秦军包围了临济城，魏就为了魏国百姓的安全，提出了投降的条件。谈判确定后，魏就自焚而死。这一场战役，魏国和齐国的2个国王双双殒命。齐国人在得知田丹已死后，又拥立了田甲为王。魏王的弟弟魏豹和齐王的堂弟田荣则收拢余部，逃往东阿。秦军则又迅速地围攻了东阿，项梁立即派遣刘邦和项羽领兵前去救援。刘邦率领着曹参、周勃等人击破了章邯的车骑部队，又陆续地平复了魏地的聂桑县、虞县、栎县、蒙县、东民县、元七县等多个城邑。8月，项梁领兵攻克了抗父县，随后和东阿城内的田荣及司马龙驹等人里应外合，在东阿大败秦军。秦军败退，项梁率军追击，而田荣则领军回到了齐国。他回国后，重新扶持了田丹的儿子田父为齐王，驱逐了齐王田甲，田甲则逃亡到楚国。
田甲的国相田角逃亡到赵国，田角的弟弟田坚也在赵国不敢回去。项梁在追击秦军的过程中，曾多次派遣使者去催促齐国出兵，共同追击秦军。但田荣给的回复是，只要楚国能够处死田甲，赵国处死田角和田坚，齐国就立即发兵。项梁说，田甲是我们盟国的国王，穷途末路了来投奔我，我怎么能忍心杀害他呢？赵王歇也没有处死田角和田坚，并且还想利用他们来和齐国做交易。于是齐国依然按兵不动，只有项梁的楚军在独自追击败退的秦军。与此同时，项梁命令刘邦和项羽攻打城阳，城破后又屠灭了城阳县全城。之后向西进攻，在濮阳县以东大败了章邯的秦军。但秦军很快就得到了增援，军士再次振兴，据守濮阳，放水环绕城池。刘邦和项羽则绕过濮阳，转攻定陶。定陶没有攻下，又向西攻打雍丘，在这里大破秦军，并且斩杀了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。之后挥师攻打外黄县，没能攻克，转攻陈留。项梁军则从东阿县出发，一路追击秦军，终于在定陶县大败秦军。9月，章邯军又得到了增援部队的补充，趁着夜色再一次的偷袭项梁的军队，结果楚军大败，项梁战死。刘邦和项羽在得知了项梁的死讯后，大惊失色，紧急商议对策。之后决定放弃陈留，还军东归，分兵驻守。项羽军驻守在彭城西，吕陈军驻守在彭城东，刘邦军则驻守在当县。而章邯这边在经过连番的胜利后，认为楚国以不足为虑，率军北上进攻赵国。攻下邯郸后，将民众都迁徙到河内，毁掉了邯郸的城墙，赵军则退守到巨鹿。随后章邯就率军进攻巨鹿的赵王歇及赵相张耳。楚怀王则把都城从盱眙迁到了彭城，将吕臣与项羽的军队合并起来自己统领，封项羽为长安侯，任鲁公。刘邦则被封为武安侯，升任当郡的郡守，统领当郡兵马。经过这一番调整后，楚国的局势才稳定了下来。那么接下来刘邦和项羽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上期讲到赵王歇被章邯军围困于巨鹿，那么赵王之困能解吗？刘邦、项羽、章邯他们又会经历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项羽破釜沉舟及章邯投降。公元前208年9月，章邯大军在定陶县大败楚军，项梁战死。楚地的义军首领已死，章邯便认为楚地已不足为虑了，就率领20余万秦军北上进攻赵地。攻下邯郸后，赵军退守到巨鹿，随后章邯就率军围困了巨鹿城。同时王翦的孙子王离也从上郡率领20万长城兵团南下，他让长城兵团的主力去围困巨鹿，自己则率领偏师驻守在城阳县以南，隔断楚军北上的救援通道。赵王无奈，连忙派遣使者向楚怀王以及各国诸侯求援。楚怀王决定救赵，为了分散秦军的力量，他决定再派一支部队向西进攻秦军。由于当时秦军的兵势正盛，所有人都不看好西征，谁也不愿意领兵前往。楚怀王身边的老将们认为，刘邦向来宽厚，是个有德行的长者，只有他适合服役而西，这样既能减少西晋的阻力，也能尽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让秦国的百姓归顺，于是便任命刘邦为西征军统帅。项羽因为叔父刚死，比较激愤，也要求跟随刘邦一起西征，但所有老将们都认为项羽为人剽悍华贼，以及所过皆残灭的作风不利于西征，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。就这样，楚国兵分两路，任命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统英部、蒲将军、陈英、桓楚、吕臣等楚军精锐，率军5万北上救赵。刘邦则率领1万余人西进，攻击秦朝的腹地，并且约定谁先进入关中，谁就是关中王。刘邦率军一路向西，攻城略地，并沿途收集陈胜和项梁的散卒。10月到达了城阳县，在这里他遇到了王离率领的偏师。刘邦率领曹参、樊哙、灌婴、傅宽、
郭蒙等将领与秦军展开激战，王离战败。这时，宋义率领的北路军也到达了城阳，再次进攻王离，王离败逃至巨鹿。宋义又率军攻占了城阳城，刘邦则领兵南下。再看巨鹿城的情况，章邯让王离和射监继续包围巨鹿城，他自己则驻军在巨鹿城南的基原，修筑甬道通往黄河，给巨鹿城外的秦军输送粮饷。王离军粮草充足后，便加紧攻打巨鹿城。而巨鹿城内粮食已经消耗殆尽，兵力也减少严重。11月，赵国的将领陈馀在北边的常山郡招收了几万士卒，驻扎在巨鹿城的北面，但不敢冒进。张耳多次派人催促，陈馀便派张衍和陈泽率领5000人攻打秦军，结果全军覆没。这时，张耳的儿子张敖也从代地带回了数万兵马，齐国和燕国的援军也已赶到，但所有援军都驻守观望，不敢去攻打秦军。楚国北路军的宋义也被秦军的气势给吓住了，逗留在安阳城内46天，不敢前进。作为四将的项羽是干着急没办法，痛斥宋义的怯懦行为。最后，他矫诏杀死了宋义和宋襄父子，然后遣使回报楚怀王。楚怀王便让项羽代为上将军，总领前线兵权。项羽掌权后，便立即率领北路军从平原津渡过黄河，命令英布和蒲将军率领2万人先行渡过漳水，破坏秦军的甬道。随后，他率领全军渡过漳水，过河后，他便命令把所有的锅泉都砸了，船只都沉入河底，全军只带3天的口粮向秦军挺进。这就是项羽破釜沉舟的历史背景。之后便与章邯军进行激战，历经9战，大破章邯，章邯引兵败退。这时，之前一直按兵不动的诸侯联军见章邯军被打败了，便和楚军一起合攻王离，王离军团全军覆没。王离被俘，苏角战死，射监自焚而死。至此，巨鹿城宣告解围。项羽也因为此战获得了巨大的威望，成为了所有诸侯联军的领袖。赵王歇返回了赵国的都城信都，章邯率领剩下的20余万秦军退守棘原，项羽则率领诸侯联军进军漳水南岸，与章邯展开对峙。再看西路军，刘邦此时到达了昌邑，在这里他遇到了魏国的独立起义势力彭越的部队，共同进攻昌邑，但没能攻下。之后他便返回了蓟县，在这里他又遇到了原来项梁的部下刚武侯，刚武侯率领4000多人加入了刘邦的军队。接着又与魏将黄辛、魏申屠、武仆合攻昌邑，但还是没能攻下。刘邦便决定放弃昌邑，率军西行。走到当郡高阳的时候，他通过军中一个骑士的引荐，接受了利益姬。利益姬的弟弟利商也率领部下约4000多人加入了刘邦的队伍。在利益姬的劝说下，刘邦决定进攻陈留。利益姬利用他与陈留县令的关系，拉拢并帮助刘邦夺取了战略要地陈留。夺下陈留后，刘邦的队伍得到扩大，军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。3月，刘邦任命利商为将，进攻开封，大破秦将赵奔，将赵奔围困于开封城中，但无法攻克。刘邦便绕过开封继续西进，与秦将杨雄所率领的秦军大战于区域。之后，杨雄败退，刘邦紧追其后，一直追到白马，再次大破秦军。杨雄逃到荥阳，被秦二世派人降罪处死。消灭了杨雄的秦军后，刘邦率军南下，进攻颍阳，城破后屠戮了全城。在这里，他和张良再次相遇。之前，刘邦和张良在薛县面见项梁的时候，项梁在张良的劝说下立了韩城为韩王。张良便跟随韩王收复韩国故地，但1年多来始终没能打开局面，一直游兵于颍川一带。刘邦和张良相遇后，便一起进攻还原。之后，在张良的帮助下，他们攻陷了整个颍川郡。5月，刘邦率军在洛阳东与秦军交战，结果刘邦战败，秦将赵奔在追击过程中却被刘邦反戈一击，在石湘北大破赵奔，秦军不敢再追，刘邦便向南退出换元关。刘邦让韩王留守阳翟，自己则和张良一起率军去往南阳。再看北路军，秦军战败后，秦二世便派人来责怪章邯，
章邯有些担心，就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说明情况。但司马欣到了咸阳后，一连3天，赵高并不见他。司马欣感觉情况不妙，就连忙赶回章邯的大营。在回营的路上，他担心赵高会派人追杀，就没敢走原路。结果赵高果然派人追杀，但没有追上。司马欣回到营中，就向章邯汇报说：如今赵高居中用事，如果我们打了胜仗，赵高会嫉妒我们的功劳；如果打了败仗，免不了要被处死，希望将军三思而行吧。此时陈馀也给章邯写了一封信，劝说道：白起战功卓著，结果却被赐死；蒙恬北逐匈奴，战功赫赫，最终也冤死于扬州。现在天要亡秦，将军孑然孤立，岂不可哀？将军何不倒戈，签订合约，共同攻秦，割地为王呢？章邯犹豫不决，就暗地里派出名叫史成的侦察军官到项羽营中谈判投降的条件，结果合约没有谈成。项羽便派蒲将军昼夜兼程，率军渡过三湖津渡口，与秦军展开激战，再次大败秦军。之后，项羽率领全军士卒在榆水边上对秦军大举进攻，秦军大败，章邯引兵退至殷墟。再看西路军，6月，刘邦在抽县东大破南阳郡守吕乙，吕乙退守宛城。之后，刘邦又攻陷了阳城、博望、治县，想绕开宛城继续西进。但张良却说道：你着急入关没错，但秦兵人多势众，据险而守，如果不拿下宛城，到时候强秦在前，宛城在后，就危险了。于是刘邦便趁着夜色，引兵到达宛城城外，偃旗息鼓，天还没亮，就将宛城团团围住。吕乙见状想要自杀，却被他的门客陈辉加以劝阻，最后举城归降了刘邦。刘邦封吕乙为殷侯。之后，刘邦率军继续西行，夺取了丹水。此时，戚塞和王陵也加入刘邦的西路军，刘邦又返回攻打胡杨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吴芮的部将梅轩，和他一起攻下了西县、历县。至此，刘邦占领了南阳全郡，兵至武关东面，军队人数也达到了5万多。随后，他派遣宁昌出使咸阳，与秦朝谈判。再看北路军，章邯败退到殷墟后，再次派人去见项羽，商议订立合约的事。项羽召集手下部将，商议后决定接受章邯的投降。7月，项羽与章邯在环水南岸的殷墟相见，章邯率领20万秦军向项羽代表的诸侯联军投降。项羽封章邯为雍王，剥夺兵权，留在楚军之中。至此，秦王朝最后一支能抵抗住起义军的队伍也投降了，揭阳城再也没有了抵抗的资本。那么，齐二世还能守得住吗？刘邦和项羽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楚国的2路大军进展都非常顺利，西路军的刘邦以兵至武关，北路军的项羽则打败了章邯，章邯投降。那么，此时咸阳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赵高指鹿为马及齐二世自杀。齐二世登基以后，赵高为了彻底专权，便给胡亥洗脑，说他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如果经常和大臣们见面，会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失去威望，让他只管在后宫玩乐，如果有重要的事情，赵高等重臣会及时请示，有他们这些栋梁之才辅佐，国家会治理得很好。胡亥也巴不得天天待在后宫享乐，从此朝中大小政事都由赵高独断专行。他担心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，为了试验大臣，他便精心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，指鹿为马。在一次朝会上，他将一只鹿作为礼物献给胡亥，并对胡亥说这是一匹好马。胡亥听了不禁笑道：丞相真会开玩笑，这明明是一只鹿，你怎么能说是马呢？可赵高依然坚持说这就是马，胡亥便问在场的大臣们，大臣们因为害怕赵高的权势，很多人都附和赵高，说真的是马。只有少数人说是鹿，但是后这些人都被赵高找借口给处死了。从此，赵高在朝中俨然就是皇帝一般，无人再敢反对。当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，赵高便一直告诉齐二世，那只是小股的盗贼，不足为虑，齐二世也就不再担心了。
直到陈胜的大将周章率军进入函谷关，打到距离咸阳10几里的细地的时候，齐二世才着急了。随后，他听取了章邯的建议，让他率领骊山的行徒军出战迎敌。章邯果然不负众望，陈胜、吴广、项梁等义军首领都被他打败，离开了人世。平定楚地后，他又将赵王围困在巨鹿，一切都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着，直到他遇到了项羽。项羽破釜沉舟，渡过漳水与章邯决战，致使章邯作战失利，诸侯联军也乘胜追击，使王离的长城兵团全军覆没。章邯向胡亥请求增援，却被赵高猜疑，拒绝发兵。齐二世还降旨责难章邯。章邯走投无路后，率领20余万秦军投降了项羽。对于项羽来说，这应该是天大的好事，但项羽却很苦恼。他率领着诸侯联军以及章邯投降的20余万秦军向咸阳挺进，但投降的秦军却出现了问题。原因是诸侯联军的士卒基本都曾在秦朝服过徭役，期间受尽了秦兵的鞭挞和欺压。现在好不容易秦兵成为了降卒，诸侯联军的士卒便把秦兵当作奴隶一样驱使和欺压，这当然会引起秦兵的不满，便在暗地里有所策划。诸侯联军的将领们知道后，担心兵变，就连忙请示项羽。项羽便召集秦部和蒲将军等人商议，他们认为秦兵人数太多，一旦入关后不听将令，将会引起非常大的祸患。最终，项羽决定将20余万秦军降卒，在西安城南连夜坑杀。这时，胡亥也醒悟过来了，原来赵高所说的天下太平全是谎言，没想到现在天下大乱，竟然到了要亡国的地步了。于是胡亥便在言谈之中经常表现出对赵高的不满。赵高也开始担心，害怕哪天齐二世突然发怒会诛杀了自己，他就谎称有病，不再去朝见齐二世。可齐二世却专门派了人以起义军日益逼近的事来谴责赵高。赵高惶恐不安，连忙与女婿咸阳县令严乐及弟弟赵成商量对策。他们还串通了郎中令，让其做内应，谎称宫内进去了强盗，严乐便有理由带着官吏进入宫内发兵追捕。赵高不信任自己的女婿，还把女婿的母亲劫持为人质。严乐带着1000多名官兵冲进齐二世所在的望夷宫。齐二世知道在劫难逃了，便问严乐：“我能见见丞相吗？”严乐回答说：“不行。”齐二世说：“那我不做皇帝，能给我一个郡，让我做个王吗？”严乐说：“也不行。”齐二世又说：“那我不做王，做个万户侯总可以吧？”严乐还是不答应。齐二世最后无奈地说：“那我就只带着妻儿，做个普通百姓可以吗？”严乐已不再听他啰嗦，指挥官兵上前围住了齐二世。齐二世无奈自杀身亡，时年24岁，距离他登基也只有短短的3年。他死后只用了普通百姓的礼节进行了埋葬。他的墓地位于今天西安市曲江池故址的南岸，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，只是他老爹秦始皇陵墓的6000分之一。不过现在他的墓地周围却是西安房价最高的地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邦已经兵临武关，项羽坑杀了秦军的20余万降卒后，也在向咸阳进军，齐二世则已经自刎而亡。那么大秦王朝还能坚持多久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屯兵于灞上及秦朝灭亡。听闻齐二世自刎之后，赵高便急忙赶到现场，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配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大步走上大殿，召集群臣，告知齐二世被诛杀的消息。他仰仗着自己也有嬴姓赵氏的血统，便准备登基称帝。但所有文武百官都低头不从，用无声的方式对抗着他的皇帝梦。于是他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，就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将玉玺传给了王室成员子婴。关于子婴到底是扶苏的儿子还是秦始皇的侄子，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定论。虽然玉玺传给了子婴，但赵高为了日后还能继续篡位，便又给自己留了一手。他说：“6国故地已相继起事，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。子婴如果再继续称帝，显然是不合适了，应该像以前一样称王才对。”
并且还让子婴斋戒5日，到宗庙去参拜祖先，然后才能正式即位。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，现在他被赵高推上王位，知道自己仍然不过是赵高的傀儡而已。他不想再重蹈胡亥的覆辙，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量了对策。赵高原本计划让子婴斋戒5日后就正式即位，可期限到了，赵高多次派人去请子婴，但子婴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。赵高无奈，只能亲自去请。等赵高一到，宦官韩谈便眼疾手快，一刀将其砍死。至此，为宦多年的赵高终于一命呜呼，只可惜还是死得太迟了。此时的大秦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，病入膏肓。赵高死后，子婴便召集群臣进宫，历数了赵高的种种罪行，之后便诛灭了赵高3族，并在咸阳城内游街示众。9月，子婴正式即位，史称秦王子婴。再看刘邦的西路军。10月，刘邦让郦时齐和陆贾去劝降武关的秦将，并趁此机会袭取了武关。之后，刘邦一面率军西进，一面令郦商攻取汉中和巴蜀等地。接着，刘邦军又在瑶关击败了秦军，兵临咸阳，屯兵于坝上。子婴接到战报，连忙组织兵力去阻抗刘邦的大军。于是双方大战于蓝田，秦军再次大败。至此，秦王朝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量。刘邦便派人去劝降子婴，并暗地里给大臣们做工作。子婴见群臣百官多数都有投降刘邦的想法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便携带妻儿，乘坐素车，身着藏服，用绳子绑缚住自己，手捧皇帝的玉玺和符节，亲自到刘邦大营来投降。至此，子婴在位仅46天后，秦朝灭亡。随后，刘邦便率军进入了咸阳城。按照楚怀王事先的盟约，先入咸阳者为王。于是，刘邦进入咸阳后，便以关中王自居。他们进到咸阳宫后，将士们纷纷去抢拿宫里的金银财宝。刘邦则看着咸阳城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后宫里美貌如花的3000佳丽，就顿时心神荡漾，待在咸阳宫就不想走了。只有萧何连忙跑到丞相府，把有关秦朝的户口、地图等文书档案都整理好，保护了起来。咸阳宫里乱作一团，樊哙跑来劝刘邦，让他别忘了秦朝的前车之鉴，但刘邦根本听不进去。直到张良亲自来劝，他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便下令封存了秦朝的宫堡、府库以及所有财物，领军又退回到坝上。为了取得民心，刘邦把关中各县的父老豪杰都召集过来，向他们宣布道：秦朝的严刑苛法把百姓都给害苦了，现在我和众位约法3章，无论任何人，杀人者要被处死，伤人者要给抵罪，盗窃者要被判刑。除此之外，秦朝的法律苛法均可被废除，秦朝的各级官吏仍然按照原来的职务坚守岗位，继续执行公务。于是秦廷的官吏们看到平安无事，都很高兴。约法3章传到关中各地，秦地的百姓们也很高兴，纷纷牵着牛羊，带着酒食来坝上慰问刘邦的军队将士。至此，大秦王朝正式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，那么此次事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？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鸿门宴。楚怀王派出2路大军进攻秦朝，一路是宋义率领的北路军，一路是刘邦率领的西路军，并且约定谁先攻入关中，谁就是关中王。刘邦率领西路军一面攻城略地，一面发展兵源，壮大队伍。因为没有遇到秦军的主力，所以相对顺利很多。随后通过武关进入关中，屯兵于坝上。秦王子婴出城投降，秦朝灭亡。刘邦就率军进入了咸阳城。此时他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一面派人驻守函谷关，阻挡项羽的北路军，一面在咸阳宫里尽情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。他认为只要守住函谷关和武关等重要关口，就可以在关中平原高枕无忧了。樊哙跑来劝他，让他不要忘了秦朝的前车之鉴，可刘邦根本听不进去。张良只能亲自来劝，并给他分析形势，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
赶紧命令属下登记好财物，封锁府库，便率领全军撤出咸阳，返回坝上。再看北路军，宋义因为屯兵观望，不敢去打章邯，被项羽矫诏杀死。楚王便任命项羽为主将，统领北路军。项羽掌权后，立即率领楚军破釜沉舟，渡过漳水，与诸侯联军一起，在巨鹿打败了章邯和王离的秦军主力，王离战死，章邯投降。之后便向关中进发，在走到西安城南的时候，项羽将20余万秦军降卒全部活埋。之后到达函谷关，但函谷关已经被刘邦派人占领，不准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入关。可凭刘邦派出的这点兵力，怎么可能阻挡得住项羽呢？最终函谷关在英布等将领的强攻下失守，项羽率军一直推进至细水以西。听说项羽攻破函谷关而来，刘邦的手下左司马曹无伤就偷偷地派人去给项羽通报，谎称刘邦已经委任了秦王子婴为丞相，将咸阳城内的所有珍宝都据为己有，并且还准备自立为关中王。项羽听后异常愤怒，便与谋士范增一起商议对策。范增分析说，刘邦在入关前是个贪财好色之徒，可入关后却又不夺取财物和女人，说明此人有很大的野心。另外，算命先生曾说过，刘邦具有天子气，所以为了避免将来成为祸害，应该尽早除之。于是项羽决定次日清晨就兵分4路围攻刘邦。不巧的是，范增和项羽的这段对话被项羽的叔父项伯给听到了。早年间，项伯因为杀了人被官府追捕，是张良救了他。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，项伯便连夜赶往刘邦的军营，告知情况后，让张良速速逃亡。但张良却不肯独自逃走，决意要将此事报告给刘邦。刘邦听过后非常震惊，连忙问张良该如何应对。张良说，此时唯有通过项伯从中协调，看能否打消项羽对你的疑心。于是刘邦连忙召见项伯，不仅以兄礼相待，还请求和项伯结为儿女亲家，巴结项伯，并请他回去后一定要向项羽求情，说我入关后秋毫未犯，登记了官民，封锁了府库后，就退出了咸阳宫，一直等待着项将军来主持大局。项伯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告诉他明天一定要赶在项羽大军开拔之前去向项羽请罪。随后他也立刻返回项羽的大营，把刘邦的话带给项羽，说明了刘邦的善意，并且强调说刘邦已经打下了关中，但他秋毫未犯，全都交给你，所以他对我们是有功的，你若杀了他，便是不义之举。项羽听说刘邦如此谦卑，也就同意不杀他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刘邦就带人来到鸿门面见项羽。见面后，刘邦就对项羽说，我和将军合力攻秦，将军占河北，臣占河南，我是侥幸率先入关，灭掉了秦朝，并且还能在这里见到了将军。可恨的是，有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，才使我和将军产生了误会。项羽便说，都怪你手下的曹无伤，是他派人对我说你想当关中王，否则我怎么会生气呢？随后他就邀请刘邦进入了宴会。再看此次宴会的座次安排，项羽和项伯向东就坐，范增面朝南，刘邦面朝北，张良则面朝西服侍着。这有什么讲究呢？按照秦朝时期宴会的惯例，面朝东的位置是最为尊贵的，一般情况下会让主客坐在这个位置上。但项羽却自己坐在尊位上，这表示他并没有把刘邦当作平等的宾客来看待，而只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属下。刘邦则更为识相，他不仅不坐尊位，甚至都不坐在项羽的对面，而是面北而坐。因为要是君和臣同时在场的情况下，君是面南而坐，臣则只能面北而坐。所以刘邦这样做是选择了最为卑微的臣下位，表明自己有臣服之意，并不敢与项羽平起平坐。项羽见刘邦如此识相，也就接受了刘邦的臣服，不打算杀他了。但范增并不了解项羽的想法，他不时地给项羽使眼色，并且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举起自己的玉珏，示意项羽准备开始行动，杀掉刘邦。但项羽却毫无动静，范增又连举了3次玉珏，项羽还是不予理会，范增便明白了。
他了解项羽的性格，一定是被刘邦的谦卑给蒙蔽了，不打算杀刘邦了。那么除掉刘邦的计划，项羽是靠不住了，他便走出军帐，叫来了项羽的堂弟项庄，让他假装去宴会上舞剑助兴，然后趁机刺杀刘邦，这便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项庄进入宴会，征得了项羽的同意后，便拔剑起舞。一旁的项伯立刻就明白了项庄舞剑的用意，于是他也拔出剑，和项庄一起舞剑，并且始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，使其无法攻击到刘邦。张良也看出了端倪，偷偷地离开酒席，给在军门外的樊哙通报信息。樊哙便带着剑和盾牌，强行闯入酒席，恶狠狠地瞪着项羽。项羽一愣，手握剑柄，连忙询问这人是干嘛的。张良连忙回答道：“这是沛公的参丞樊哙。”项羽这才放心了，称赞樊哙真是一位壮士，并赏赐给他1斗支的酒。樊哙接过后一饮而尽。项羽又赏赐了他1只猪前腿，樊哙就直接把猪腿放在盾牌上，用剑切着吃。项羽又问樊哙：“壮士还能饮酒吗？”樊哙则趁机说道：“秦王残暴，我们才拥戴楚王。楚怀王曾经许诺过，先入关中者便是关中王。可我大哥刘邦虽然先进入了关中，但却并没有自立为王，而是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等待着将军的到来。我大哥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你不但没有封赏，而且只是听了小人的蛊惑，就想杀了有功之臣，这莫不是要推翻了暴秦，又要继承暴秦的做法吧？”项羽无话可说，只得吩咐樊哙落座。又过了一阵，刘邦谎称要去上厕所，就和樊哙一起走出宴席商议。过了好一阵了，刘邦还没有回去，项羽就派陈平去找刘邦。此时刘邦和樊哙都已经商量好了，决定赶紧逃跑。刘邦觉得应该先回去辞个行，然后再跑，但樊哙坚决反对。他说：“现在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还有必要顾及那些繁荣礼节吗？要赶紧跑，不能再拖延时间了。”于是刘邦便留下张良善后，带着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人偷偷地溜走了。他们来的时候走的是渭河南岸的大道，长40里，可逃走的时候走的是芷阳道。因为芷阳道比较狭窄，蜿蜒于骊山的北路，只能马走，不能通马车，距离只有20里。就这样，刘邦骑着马，樊哙等人徒步跟随着逃跑了。刘邦临走前还嘱咐张良说：“我回到军营也就不到20里地，你估摸着我到了军营后，你再进去。”张良便在外面又等了一阵，估计刘邦已经到了，他就走进宴会，跟项羽辞别，并说刘邦因为不胜酒力，就不能当面来告辞了，他已经先回军营了。临走前特意让我奉上玉璧1双，敬献给大王，还有玉斗1双，拜献给大将军。项羽便收下了玉璧，放在桌上。而范增听说刘邦已经跑了，简直都要被气疯了。他接过玉斗，直接摔在地上，拔出佩剑，一剑将玉斗劈得粉碎，并且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“唉，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谓之鲁矣。”至此，项羽设下的鸿门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。刘邦险象环生，回到了军营。回来后便立即处死了叛将曹无伤。项羽则又过了几日，率领全军进入了咸阳城。那么项羽到了咸阳城后又会做出什么事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鸿门宴之后，刘邦的队伍也被项羽收编，成为诸侯联军的一部分。项羽又在鸿门停留了几天，然后率领诸侯联军进入了咸阳城。那么项羽进入咸阳城后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项羽火烧咸阳及分封18路诸侯。项羽率领大军入城后，便对昔日大秦帝国的残暴统治进行了血腥的报复。首先，他下令处决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，同时将咸阳城内所有的嬴姓宗族尽数屠杀。咸阳城就顿时变成了人间炼狱，40余万的诸侯联军到处烧杀抢劫，大肆劫掠皇宫内的金银珠宝，奸淫秦宫的妇女以及宫女和嫔妃。项羽还派人四处放火，烧毁了咸阳宫，大火3月不灭。关于项羽是否火烧了阿房宫，目前还没有定论，
据考证，阿房宫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建成。就这样，原本奢靡繁华的咸阳城被项羽一场大火烧得残破不堪，很多珍贵的文物和书籍也随之灰飞烟灭。凡是能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，更是对项羽所率领的诸侯联军大失所望，恨之入骨。此时，一个名叫韩生的谋士来劝项羽说，将军应该在关中发展。关中平原有山河四塞作为阻隔，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西有散关，北有萧关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而且有万亩良田，土地肥沃，将军何不以咸阳为都城，雄霸天下呢？可项羽看着这个被蹂躏了3个月的秦朝故都，以及残破不堪的咸阳宫，却说道：如果富贵不归故乡，就如一锦夜行，谁知之者呀？这就是成语锦衣夜行的出处。韩生听完后竟无言以对，心里也产生了对项羽的鄙视。有一次，韩生在和别人聊天时说道：都说楚人是沐猴而冠，果不其然啊。结果这句话却被项羽知道了，他立刻命人将韩生抓来，用架起火的大锅烹杀致死。至此，秦王子婴被杀，秦国的皇族被诛灭，咸阳宫被焚毁，大秦帝国已不复存在。作为一个楚国的贵族以及反秦联军的首领，项羽认为自己的使命算是完成了，同时也建立了不世之功。他先是派人去向楚怀王禀报战况，并给了楚怀王一个徒有虚名的尊贵称号义帝。紧接着，项羽便要开始论功行赏，分封诸侯了。先看对刘邦的分封。刘邦既没有参加巨鹿之战，也不是跟随项羽一起入关的，而且还抢先入关，引起了项羽的忌惮，因此不会给他太好的地方。范增提议，巴蜀之地道路险阻，原本是秦朝流放犯人的地方，就把这里分给刘邦吧。于是刘邦就被分为汉王，统治巴蜀和汉中，建都南郑。关中原本就是秦地，按照秦人治秦的原则，就把关中封给了秦朝的3位降将，同时还能让他们阻断刘邦的东出之路。于是章邯被封为雍王，统治咸阳以西的地区，建都废丘。司马欣曾经是岳阳县的御苑，当年还救过在牢里的项梁，是对项家有恩之人，所以被封为塞王，统治咸阳以东、黄河以西的地区，建都岳阳。董翳当初劝降章邯有功，所以被封为狄王，统治上郡，建都高奴。再看原本已经复国的诸侯，魏国的魏王豹原本已经收复了魏国的土地，但这块地项羽也想要，于是就将魏王豹迁到河东，将魏王改封为西魏王，统治河东，建都平阳。韩国的韩王城地盘本来就小，依然封他为韩王，建都阳翟。赵国的赵王歇让他迁徙到代地，改封为代王。赵国的大将司马昂平定河内，屡建战功，因此封司马昂为殷王，统治河内，建都朝歌。赵相张耳一向贤能，又跟随项羽入关，因此封张耳为常山王，统治赵地，建都襄国。申阳原本是张耳的宠臣，他曾率先攻下河南郡后，在黄河岸边迎接楚军，因此封申阳为河南王，建都洛阳。陈馀之前因为与张耳闹翻，抛弃将印而去，没有跟随楚军入关，但他一向以贤能闻名，又对赵国有功，知道他在南皮，因此就把南皮周围的3个县封给了他。燕国的燕王韩广让他迁徙到辽东，改封为辽东王。燕国的大将臧荼跟随楚军参加了巨鹿之战，又跟随项羽入关，因此封为燕王，建都蓟县。齐国的齐王田福被改立为胶东王。齐国的大将田都跟随楚军参加了巨鹿之战，又跟随项羽入关，因此封为齐王，建都临淄。齐王建的孙子田安巨鹿之战时曾攻下济水之北的几座城池，后来又率领军队投降了项羽，因此封为济北王，建都鄱阳。田荣则因多次背叛项梁，又不肯率兵跟随楚军攻打秦军，因此不封。英布是项羽手下的大将，在楚军中战功第一，因此封为九江王，建都六县。吴芮率领百越的将士们协助诸侯，又跟随项羽入关，因此封为衡山王，建都诸县。吴芮的部将梅轩战功卓著，封为10万户侯。
楚怀王所派的柱国公敖率兵攻打南郡，必有战功，因此封为临江王，建都江陵。诸侯都封完了，那项羽本人该怎么封呢？因为有楚怀王在，他不能称帝，但他也不想和其他诸侯们一样称王，因此就自创了一个称号西楚霸王，以彰显自己诸侯王的霸主地位，统治9个郡，建都彭城。至此，项羽除了自封为西楚霸王之外，共封了18个诸侯王。分封完诸侯后，他便以为天下从此就太平无忧了，随即让所有诸侯都罢兵回国。然而他决然不会想到，自己精心炮制的分封方案其实埋藏了太多的缺陷和隐患。首先，他把是否跟随他入关作为衡量军功的基本尺度，导致了很多义军将领的不满。比如齐相田荣和赵将陈馀等人，他们自认为在反秦斗争中功劳很大，但就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，就不被封王，因此怨气很大。其次，项羽在简单粗暴的分封方案里夹杂了太多的主观因素，有些人之前就有自己的地盘，可项羽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胡乱地打破现状，重新分配，导致很多原来的诸侯王不满。不仅是被削减了地盘的诸侯王有怨言，就连新封的王也不满意，他最铁杆的先锋战将九江王英布也对他不满。因此，当秦朝未灭的时候，项羽可以联合各路诸侯和义军一起抗秦。可秦朝灭亡后，所有的诸侯王又都各怀鬼胎，相互争抢地盘。因此，项羽分封完18个诸侯王后，仅仅过去了4个月，天下就再次大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项羽分封完诸侯后，所有的诸侯王就都要前往自己的封国了。刘邦被封为汉王，也要越过秦岭，穿过蜀道，前往自己的封地南郑。那么，刘邦能顺利到达南郑吗？其他的诸侯王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萧何月下追韩信及田氏叛乱。因为在鸿门宴上没有除掉刘邦，范增就一直耿耿于怀。借着这次分封，他就给项羽建议，将刘邦分封到荒僻的巴蜀和汉中一带，让其自取灭亡，并且将刘邦的军队削减至3万人。同时又分封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这3位秦朝的降将在关中一带为王，阻挡刘邦的东出之路。刘邦帐下的将领们得知被分封到巴蜀后，都非常气愤，建议刘邦坚决不能接受项羽的分封，不去那个连鸟都不生蛋的地方。可萧何却给刘邦建议，其实巴蜀是个好地方，因为此前萧何进入咸阳后，把原来秦朝丞相府的所有档案和图籍资料全都搬来了，并进行了仔细的研读。他了解到，中原大地因为天下反秦，战火连年，百姓离散，土地荒芜，而唯有巴蜀之地却太平如初，一直没有被战火蹂躏过。而且巴蜀还有肥沃的土地、宏伟的水利、天然的屏障，正是军队休养生息、厉兵秣马的好地方。于是大家才又看到了希望。公元前206年4月，刘邦便率领3万多人从坝上出发，前往自己的封地南郑。可尽管此前萧何说服了大家，让大家都认为巴蜀是个好地方，可要顺利到达南郑，一路上却要面临着很多现实的挑战。通往巴蜀的道路崎岖不平，人走着都要费很大的劲，更别说运送补给了。就这样，刘邦率领的3万多人一路上颠沛流离，粮草匮乏，有不少人在路上就被饿死和冻死了。更为严峻的是，军心不稳，不停地有将领和士兵逃亡。张良给刘邦建议，大军过后就烧毁掉所有的巴蜀驿道，这样一方面可以防备诸侯军的偷袭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断了将士们逃跑的念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可以打消掉项羽的戒备心，表明刘邦率军此去就不打算再回到中原，再也不会对项羽造成任何的威胁了。就这样，刘邦率军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的封地，而韩信也跟随着这支队伍艰难地行进着。韩信因为家境贫困，又没有谋生的能力，所以常常靠他人接济度日，还被乡邻所恶，经历胯下之辱。项梁起兵后，韩信便投入到了项梁的军中，但一直没能受到重用，只在项羽的帐下做了一名执戟郎。
项羽分封完诸侯后，各诸侯王都要裁减兵员，返回到自己的封地。韩信也就此离开了项羽的队伍，转投了刘邦。可到了刘邦的队伍后，依然不受重用，而且有一次还和其他12个人因为触犯了军法，差点就被问斩了。幸好有夏侯婴刚好路过，觉得此人言语不凡，就把他留下来，推荐给了刘邦。刘邦让他做了一个掌管军粮的小官，治粟都尉。此后，他便与主管督办粮草的萧何有了接触的机会。与萧何交谈了几次后，萧何便觉得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又过了一段时间后，韩信就觉得，即使是深受刘邦重用的萧何推荐，自己也不能重用，便失去了耐心。在一次汉军逃散的时候，韩信也跟着偷偷地溜走了。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，都来不及给刘邦汇报，便骑马连夜去追。这便是萧何月下追韩信。萧何走后，有个不明底细的士兵就连忙给刘邦报告说，丞相萧何也逃跑了。刘邦听后极为震惊，顿时就如丢掉了左右手一样悲伤。过了2天，萧何回来后急忙去拜见刘邦。刘邦又怒又喜，责问萧何，你怎么也要离开我呀？萧何忙说，我怎么可能离开呢？我是去追韩信去了。刘邦就问，我们的队伍里走了那么多的将领，你都不去追，为什么偏偏要去追韩信呢？萧何便回答说，所有走了的人都很容易的能再找得到，唯有韩信再也找不到第二个。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称王，那你可以不用韩信，但如果你想争夺天下，则只有韩信才能为大王解决问题。就这样，在萧何的劝说下，刘邦决定拜韩信为大将军。随后刘邦便挑选良辰吉日，筑起高台，举行了隆重的拜官仪式，正式拜韩信为大将军，也开启了韩信的兵仙之路。再看其他的诸侯王，项羽分封完诸侯，就准备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开启幸福安康的生活了。但他分封的18路诸侯，相比战国时期的诸侯数翻了近3倍，其实是开了历史的倒车。而且此次分封还留下了太多的隐患。先看齐国，项羽将齐国一分为3，他将田荣拥立的田福改封为胶东王，将背叛田荣的部将田都封为齐王，将田安封为济北王。而田荣本人则因为当年拒不出兵，导致项梁在定陶遭到章邯的偷袭而战死，之后也没有跟随项羽入关，因此就没有给田荣任何的分封，因此田荣极其不满。公元前206年的5、6月份，田荣因不满分封，便发兵攻打田都。田都战败，逃往楚国，向项羽求救。随后，田荣又扣留了齐王田福，不让他去胶东的封地。可田福害怕项羽怪罪，就偷偷地逃到了胶东。田荣得知后勃然大怒，急忙带人去追赶田福，在即墨将他杀死。至此，齐地就剩下济北的田安了。原本他打算自己派兵去攻打济北，但又担心项羽来偷袭他的老巢，于是他便找来了躲在巨野泽打游击的彭越，给了他将军印，让他去攻打济北。彭越的游击部队只用了1个月，便攻下了鄱阳，斩杀了济北王田安。至此，田荣兼并了3齐之地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齐王，也打响了反抗项羽的第1枪。与此同时，田荣还派人带兵去帮助陈馀，支持他在赵地也起来反叛。陈馀也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，分封的时候只给他分了3个县，并未封王，所以陈馀也非常恼怒。在得到田荣的支持后，陈馀便率领军队袭击了常山王张耳。同年9月，张耳败逃。之后，陈馀便收复了赵国的全部土地。10月，他把赵王歇从代县接回来，让他再次成为了赵国的国君。陈馀也被赵王歇封为代王，号成安君。除了齐赵2地，燕国也发生了叛乱。燕国同样被项羽分为了2个国家，大将臧荼被封为燕王，而原来的燕王韩广则被封为辽东王。臧荼回到燕国后，就驱逐韩广，让他远赴辽东，可韩广却不愿意离开。于是臧荼便趁机杀了韩广，兼并了辽东的土地。就这样，项羽的分封才刚刚结束，各地就陆续的开始反叛，天下再次大乱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邦率领3万人马翻越秦岭，去往南郑。在路上，他采纳了张良的建议，大军过后就烧毁栈道，以此来麻痹项羽，造成不再东出的假象。到达南郑后，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，将毫无战功的韩信拜为了大将军。那么刘邦真的就不会东出了吗？韩信又能否胜任大将军之职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韩信的成名之战——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韩信被拜为大将军之后，要面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帮助刘邦反攻三秦，夺回关中。关中驻扎的是雍王章邯、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，总指挥就是曾经的秦朝名将，后来投降项羽的章邯。我们先来了解下关中和汉中的地形情况。关中一直是秦国的核心区域，因为东南西北各有一个重要的关口，因此被称为关中。汉中则位于关中的南部，两地之间相隔着800里的秦岭山脉。要想从汉中翻越秦岭进入关中，自古共有5条道可走，分别是子午道、淌洛道、包斜道、陈仓道、岐山道。在这些要道上，章邯必定会部署大军驻防，只是兵力强弱会有所不同。此时要想攻入关中，汉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，还要长途奔袭去打败章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突袭，而且还要在章邯最为薄弱的防线突袭，才有胜利的希望。针对这种局势，韩信便制定了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计划。首先，他派樊哙带领1万老弱病残的士兵去修复之前被烧毁的栈道，并且限期他们1个月之内修好。樊哙并不知道这是韩信的疑兵之计，便一边修栈道，一边在心里埋怨张良，早知今日要重修，当初何必要烧毁呢？当汉军修复栈道的消息传到关中，章邯并不以为然，按他估计，500里的栈道要想修好，至少得3-5年才能完成，所以并不着急。与此同时，韩信又派曹参偷偷地率领一支人马，沿着汉水逆流而上，走岐山道去攻打陇西，很快就占领了下边。随后，樊哙也被偷偷地抽调了出来，并率一支军队沿着西汉水向西北进军，准备攻击西线和上邽。很快，探子就将曹参和樊哙的行动禀报给了章邯。章邯分析后认为，汉军是打算控制陇西，然后再从陇西沿着渭河进攻关中。于是，章邯便派兵去增援陇西。但其实，韩信派出的这2路大军同样也是疑兵，目的就是分散章邯的兵力，减轻陈仓防线的压力。而真正的主力，则是由刘邦和韩信率领，走的是陈仓道。此时已经到达了固道县，从这里再往北就是大散关了。随后，曹参也从下边向东北行军，在固道与刘邦的主力会合，一起冲击陈仓防线。当陈仓的战报传来，章邯才明白了韩信的真正意图其实是陈仓。于是，章邯便亲率大军迅速地增援陈仓。虽然此前韩信已经做足了功夫，但章邯不愧是秦朝的最后一个名将，不会让韩信的计谋轻松达成。大散关是从陈仓道进入关中的重要关隘，易守难攻。章邯之前就在此处布有一定的兵力，再加上及时的援军，汉军一时竟无法突破。这本身就是一场突击战，如果突破不了，就要赶紧撤军，等到司马欣和董翳的援军陆续赶到，发起反扑，汉军就会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于是，就在刘邦准备打退堂鼓，撤回汉中的时候，一个名叫赵衍的人告诉刘邦，其实到达陈仓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。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路，当年的老秦人就是沿着这条路进入的关中平原。它是沿着渭河直通到陈仓的一条狭窄小路，因此这条路被称为陈仓峡道，位于六盘山的一个支脉小陇山上。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，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行。于是刘邦便挑选了一批精悍的士兵，沿着山脉进入渭水谷地，再沿着渭水顺流而下，从现在的硖石镇走出陈仓峡道，突然出现在陈仓的渭水北岸。而章邯的大军此时却正在陈仓的渭水南岸等待着汉军。渭水北岸突如其来的进攻使章邯军腹背受敌，阵脚大乱，陈仓失守。
章邯引军退至雍城，刘邦则趁机占领了陈仓。陈仓一破，那么整个关中平原就无险可守了。刘邦先是将部队一分为二，一路由他亲自率领追击章邯。章邯只能放弃雍城，且战且退，退到废丘的时候，被刘邦军团团围住。废丘是秦国的故都，当时被称为犬丘。秦统一6国之后，逐渐就被废弃了，因此被称为废丘。废丘的城防坚固，城下还有护城河环绕，汉军一时无法攻破，双方就在此展开了对峙。另一路由曹参率领追击章邯的弟弟张平。张平一路败退到郝志，却被曹参团团围住，张平只好突围弃城而逃，曹参便一直追到咸阳城。随后刘邦又将大军分为5路，第一路由刘邦亲率主力继续围困章邯，第二路以灌婴为主将，率军攻打司马欣，目标直指函谷关。第三路以周勃为主将，率军攻打蓟县，继续追击张平。第四路由郦商率领北上攻打董翳。第五路由晋射率领攻打天水等陇西之地。就这样，三秦之地战斗力最强的章邯被围困在废丘，司马欣和董翳既无力救援章邯，也无力抵抗汉军。最终在汉军的围攻下兵败投降，刘邦便收复了三秦。只有章邯还在废丘城里固守着。有一天天降大雨，韩信便命令樊哙将下游堵住，将河水都灌入到废丘城中，废丘城破。章邯见状，知道废丘城已难以支撑，便拔刀自刎而亡。一代名将就此陨落。经此一战，刘邦平定了关中的大部分地区。此时刘邦的地盘基本类似于秦始皇统一6国前夕的地盘，不仅控制了4塞之地的关中，还掌握了天下最为富庶的关中平原和巴蜀平原。从此他也就拥有了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资本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邦已经打败章邯，平定了关中，那么接下来他是否会选择继续东出呢？项羽又会如何平定叛乱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邦东出及项羽平叛。公元前205年正月，距离项羽分封诸侯还不到1年，天下就再次大乱了。首先，齐地的田荣因为不满项羽的分封，打败了田都，追杀田福，击杀了田安。之后便自立为齐王，占领了3齐之地。然后他又支援陈馀，击败了常山王张耳，迎回赵王歇，收复了赵国的土地。燕国的臧荼攻灭韩广，占领了辽东。汉王刘邦也从南郑越过秦岭，打败章邯，平定了关中。再来看项羽这边，他分封完诸侯后，就让各诸侯王都回到自己的封地，而只有韩王成，项羽以他没有军功为由，不让他回国，而是把他带回了彭城。张良作为原来韩国的贵族，一直在奔波着，拥立韩王成，恢复韩国。于是他同刘邦进入汉中后，就立刻返回彭城，去找韩王成商量对策。可7月份，韩王成就被项羽给杀害了，张良侥幸得以逃脱。此时项羽眼见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诸侯秩序就要濒临崩溃了，自然不会不管。就在他抉择是先平定齐地，还是先攻击刘邦的时候，从彭城逃出来的张良适时地给项羽写了一封信，明确地表示汉王刘邦只是想要得到关中，如果能履行让他做关中王的约定，他就会停止进兵。相反，齐国和赵国这2个反叛势力才是楚国最大的敌手。于是项羽就姑且相信了张良的话，他让吴县的县令郑昌出任韩王，以作为楚军防御汉军东进的前沿阵地。然后他便亲率大军进抵城阳，去平叛齐地的叛乱。同时他让英布调拨5000兵力协同他一起作战，但是英布却以生病为由，仅抽调了1000多名兵力前往，项羽非常生气。就这样，齐楚双方在城阳发起会战，结果项羽大胜，田荣和彭越相继败退。田荣在逃亡到平原的时候，被当地的民众杀害。至此，仅此一战，项羽就平定了齐地的叛乱。可是项羽胜利后，不仅下令屠杀了田荣手下的降卒，还在齐国境内大肆的侵略，
夷其城郭，所过者尽屠之。眼见着项羽如此残暴，引起了齐地民众的强烈不满，又都归附在田荣的弟弟田横的麾下，重新组建了齐军，在城阳一带对楚军展开了疯狂的反击。就这样，强大的楚军主力再一次的陷入到了齐国的泥潭当中，无法抽身。就在项羽在齐地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刘邦却准备东出了。公元前205年3月，刘邦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，在抵达陕县的时候，河南王申阳便投降了汉军。之后，刘邦命令韩国的太尉韩信领军经过河南郡，突袭韩国，韩王郑昌投降。平定了韩地后，刘邦就将韩国的太尉韩信封为韩王，然后返回关中。此后，在成功的说服了魏王豹加入到汉军的阵营后，便再次东出。他们从汉魏交界的临晋渡过黄河，然后穿过魏国的境内，直接去攻打殷王司马昂。司马昂被俘虏后投降了刘邦，河内平定。负责守护殷王的西楚将领陈平也转投了刘邦，并为刘邦陈述了当前楚国的情况。随后，刘邦派使者去和赵国结盟，陈馀提出，只要刘邦能把张耳杀掉，赵国就可以和刘邦结盟。于是，刘邦就找到了一个和张耳长得很像的人，斩首后派人送给陈馀，赵国便发兵跟随汉军。之后，刘邦南渡平阴津，前往洛阳。在抵达新城之后，他通过新城三老董公的诉说，弄清楚了义帝被杀的经过。原来，当时项羽回到彭城后，就让义帝搬迁到长沙郡的郴县去。当时那里是个偏僻的不毛之地，让义帝去那里，相当于是把义帝给流放了。不仅义帝不愿意去，就连跟随他的随从，出发后没多久就逃走了一大半。即使这样，义帝还得硬着头皮前往郴县。但项羽还是觉得留着这个所谓的义帝，终究是对自己不利的。于是，为了免除后患，他便密令途经之地的九江王英布、衡山王吴瑞、临江王贡敖将义帝击杀于途中。公元前206年10月，英布遣将去往郴县，将义帝弑杀于郴城的穷泉蚌。当地人可怜他，将义帝葬在了城邑西南边的后山上。刘邦了解完义帝被杀的经过后，便正式向项羽宣战，发布了声势浩大的反楚宣言：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视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，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，兵皆缟素。西发关中兵，收三河氏，南服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之后，刘邦便召集天下诸侯共同伐楚，彭城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这是楚汉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。刘邦以项羽诛杀义帝为由，集结了5国诸侯，统兵56万，征伐项羽。那么，刘邦能赢得这场战役吗？项羽又会如何应对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彭城之战。公元前205年3月，刘邦以项羽诛杀义帝为口实，联合5个诸侯王，集结了56万大军，兵分3路征伐项羽。北路军从朝歌出发，由曹参、周勃、樊哙、灌婴以及赵军等部组成。南路军从宛城出发，由薛欧、王陵、王熙率领。中路军从洛阳出发，由刘邦亲自率领，张良为军师，陈平为参城，夏侯婴、卢绾、季射、司马欣、董翳、司马昂、张耳、申阳、韩王信、魏王豹等诸侯联军组成，以周勃为前军，攻破曲於后，进抵外黄。此时，彭越也率领3万人马前来归附，刘邦便封赐他为魏国的相国，让他率军继续袭扰梁地，掩护汉军的后方防线。南路军进攻的防线比较薄弱，进展非常顺利，攻破杨甲后便成功的和中路军会师。北路军则都是刘邦的嫡系将领，战斗力非常强悍。他们从围巾渡过黄河后，就兵分2路向前推进。一路由樊哙率领，进攻竹藻，击破了楚国的将领王武和程处，之后前往外黄与中路军会合，然后一起向萧县和砀县推进。北路军的另一路由曹参、灌婴、郦商率领，进攻定陶，定陶被攻破后，龙驹和项佗败走，
他们一直追击到胡陵。之后3路大军都在此会师，一起向彭城发起攻击。彭城本来就无险可守，一旦外围防线被攻破后，就变成了一座孤城。而且精兵猛将都跟随项羽去了齐地，只剩下数千名老弱士卒驻防彭城。听说刘邦率领几十万大军来攻城，守城士兵便纷纷逃散而去。就这样，刘邦大军顺利地进驻彭城，占据了项羽的大本营。进城后，刘邦为了防范项羽回城救援，便做了兵力部署。他让吕雉的哥哥吕泽驻军下邑，让彭越继续驻防梁地，命令樊哙去北攻邹鲁、峡丘和薛县等地，并在此驻防，以阻挡项羽的主力回防，掩护彭城的安全。兵力部署完之后，刘邦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住进了楚国的宫殿，大肆地收敛项羽的财物和美人。将士们也日日置酒高会，欢呼畅饮，庆祝这轻而易举的胜利。远在齐地的项羽在得知彭城被攻破后异常气愤，立即起兵反攻彭城。但他却将主力大军仍然留在齐地，继续镇压田横的反叛势力。他自己只率领3万精兵去征讨56万的伐楚联军。从齐地回彭城最近的道路是沿着沂水和沭水河谷，走启阳、兰陵、阜阳，最终到达彭城。刘邦早已在此囤积了重兵，就等着项羽前来钻进口袋，自取灭亡。可刘邦却失算了，项羽并没有走这条道，他是走峡丘，途径胡陵，天黑时到达了萧县。拂晓时分，他便率领精兵突然杀出，由西向东攻击联军的侧翼。联军没有料到项羽能如此迅速的到达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早晨战役开始，到了中午时分，刘邦的主力大军就已经全线溃败了。当退到谷水和泗水之间的时候，因为有睢水的阻塞，10几万汉军四散奔逃，相互踩踏，最终全部被楚军逼进了睢水之中，全军覆没。刘邦则带领残兵败逃至灵璧东北的时候，被楚军团团围住。可突然之间，大风扬尘，沙石飞天，风沙朝着楚军的方向就吹了过去。趁此机会，刘邦立即带领着数十个骑兵冲了出去，一直向北逃去。因为丰邑一带已被楚军占领，他想回去寻找自己的家人，但老爹刘太公和老婆吕雉都已落入了项羽之手，只找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。之后，刘邦便带着数十个骑兵和一双儿女一路向西逃窜，楚军则在后面紧追不放。刘邦连续3次将一双儿女推下马车，但都被驾车的夏侯婴给抱了回来，急得刘邦差点就要拔剑杀了夏侯婴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逃到了荥阳。至此，彭城之战结束。项羽只用了3万精兵，就打败了刘邦组建的56万联军。项羽重新收复了彭城，夺回了被诸侯侵占的土地，再一次恢复了他诸侯领袖的地位。之后，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率部投降了项羽，魏王豹和陈馀则率部回到了自己的封国，之后也相继加入到了项羽的阵营。楚汉之间第一次的大决战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，项羽也再一次缔造了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05年4月，在彭城之战中，项羽只率领3万精兵，就将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打败。刘邦率部逃往荥阳。那么，刘邦是怎样逃回来的？荥阳能够守得住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荆索之战。彭城之战中，刘邦虽然大败，但项羽毕竟只有3万人马，他是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袭击，使联军的阵脚大乱，各诸侯王也不恋战，各自逃命，导致整场战争失败。但刘邦的汉军只是都被冲散了，各自逃亡，实际的损失并不大，连利益基这样的老人也都活了下来，武将更是无一人伤亡。刘邦自己则只带了数十个骑兵向北逃去。逃亡途中，他一边收拢残兵，一边做着军事部署。首先，他让曾贺率领偏师在彭城一带与项羽的主力纠缠，为自己的撤退赢得时间。之后，他逃到了吕雉的哥哥吕泽所驻防的下邑。
在这里，他让王陵驻守丰邑，吕泽驻守下邑，另一名将领驻守砀县，布置了第一道防线。稍作休整之后，他便撤退到了盂县。在这里，他又设置了第二道防线，他命令晋舍等人在雍丘一带驻防，阻击楚军的追兵。同时，他派遣随和去策反九江王英布，然后刘邦就退往荥阳。再看随和，他带领了20个随从前往淮南，但等了3天后，才想办法见到了英布。英布曾是项羽帐下的第一悍将，早年因为触犯了刑法，被处以情刑，所以也称他为情部。同时，他也是衡山王吴瑞的女婿。英布跟随项羽时屡立战功，在巨鹿之战中，他身先士卒，打败了王离的长城兵团。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，也是英布实际执行的。项羽截杀义帝，也是英布去完成的。但被封王之后，就与项羽渐行渐远了。项羽在攻打齐国的时候，要求英布协助，英布却以生病为由，不但自己不亲自前往，而且只派了几千士兵跟随。刘邦在攻打彭城的时候，他又以重病推辞，拒不发兵。项羽气得牙根痒，但刘邦却看到了机会。随和见到英布后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布的问题，并详细地给他分析了天下局势，从客观角度将所有的好处都往刘邦这边说。最后，英布被说动了，决心叛楚降汉，率领军队攻打楚国。项羽听说英布反了，异常气愤，连忙派遣龙驹去攻打英布。虽然几个月后英布被龙驹打败了，但在此期间还是极大地降低了楚军的声望和实力，更为重要的是减轻了荥阳的压力，为刘邦提供了休整的时间。英布战败后逃到了荥阳来投靠刘邦，可英布的家人则全都被项羽给杀害了。从此，英布也只能彻底地和项羽决裂了。再看荥阳，荥阳是山地和平原的分界线，从荥阳往西是地势崎岖的崤函山区，往北是水流湍急的黄河，极利于凭险扼守。而且北边的鳌山上还有当年秦朝最大的粮仓敖仓。荥阳往东则是黄河冲击的平原地带，是骑兵交战的极佳之地。因此，刘邦选在这里来阻击项羽，在泾县和所城一带设置了守卫荥阳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萧何也把关中没有载入兵役名册的老弱人丁全都送往荥阳，增加了一部分的兵力。被打散的队伍也在陆续的来到荥阳。回顾彭城之战，让刘邦印象深刻的是楚军骑兵的强大。于是汉军也组建了自己的郎中骑兵，这些骑兵主要是由被俘虏来的原秦国的九原军组成。军中的将士们先是公推李泌和骆甲来担任首领，但他2人都出自于秦军，生怕自己不受信任，于是便请求让灌婴成为他们的统帅。于是刘邦便任命灌婴为中大夫，统领骑兵，李泌和骆甲分别为左右校尉。从此，这支骑兵在灌婴的率领下屡立战功，成为刘邦的一支骑兵。5月，项羽的楚军终于追到了荥阳，双方在荆索一带展开了激战，史称荆索之战。项羽的楚军无疑是最强大的精锐之师，但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不停的激战和长途奔袭也已到了强弩之末。再加上后续的步兵主力未能及时赶上，先到的骑兵就显得过于单薄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汉军也已组建了自己的骑兵，而且汉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，元气逐渐恢复，兵力也在陆续增加，此消彼长之下，最终楚军战败。这场战役在历史上并不突出，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。此战的胜利为刘邦赢得了几个月的喘息时机，项羽也失去了彻底击败刘邦的绝佳机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韩信的军事才能到底有多出色？他是如何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连续灭掉魏国、代国、赵国和燕国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韩信背水一战及连灭4国。彭城之战后，各诸侯王又都脱离刘邦，转投了项羽。魏王豹回国后，就反过来投靠了项羽，封锁河关，切断了汉军的退路。刘邦先是派利益姬前去游说，但无功而返。公元前205年8月，
刘邦便任命韩信为左丞相，率军去攻打魏国。魏王豹也做好了准备，他囤积重兵，布防于蒲坂，阻止汉军渡河来犯。韩信率军来到河关对面，分析局势后，便了解了魏军的策略。魏军是想守住所有的渡河要道，让汉军无法顺利渡河，即使汉军不计损失的强行渡河，魏军还可以向赵国求援，到时候一起击败汉军。于是韩信决定采取骑兵突袭的战术，速战速决，不给魏王豹任何反应的机会。他故意在蒲坂津渡口布置了大量的疑兵，在河岸上放满了船只，假装要从这里强行渡河与魏军决战。魏军则继续调遣大量的兵力囤积于此，加强防范。但其实韩信早已安排高义等将领偷偷地绕到下阳，从这里入河，用简易的竹筏代替船只，悄悄地渡过了黄河。过河后就立即攻击驻防在临近的魏军侧翼，在东张地区迅速地击破魏军，随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。魏王豹见汉军突然出现在安邑城下，大惊失色，急忙调遣蒲坂的兵力赶来救援。可蒲坂的很多军队也是刚刚才被调去防守的，这样来回奔波，疲于奔命，距离又远，还没等他们到达安邑，韩信就已经将安邑城给攻破了。城破后，汉军又立即转向攻打从蒲坂北进的魏军，两军在安邑城的西南方向相遇了。曹参率部从正面进攻，灌婴则率领骑兵从侧翼包围。魏军因为是仓促应战，因此正面挡不住曹参的攻击，侧翼也被灌婴的骑兵击散。而且此时从临近和蒲坂渡过黄河的汉军后续部队也赶到了，魏军大败。魏王豹率领残部逃到曲阳，却再次被汉军击败，他又逃到了东原，走投无路之下被汉军俘虏。至此魏军彻底失败，魏国灭亡，荥阳侧背的危机算是解除了。之后韩信便派人将魏王豹及其夫人薄姬等人一起送往荥阳，交给刘邦处理。这里插个题外话，介绍下魏王豹的夫人薄姬。薄姬是个私生女，父亲是个小官吏，长大后她嫁给了魏豹，但一直没有孩子。有一次，一个相士给薄姬算命，说他将来生下的孩子一定能做皇帝。魏豹听后非常高兴，他夫人生下的孩子能做皇帝，那就意味着魏豹或许自己能当皇帝，至少也能当个太上皇。从此之后，魏豹对薄姬非常的宠幸，言听计从。但经此一战，他们却都成为了刘邦的俘虏，薄姬被送进了皇宫的织布坊，成为了一名下人。但几年后的一天，刘邦刚好路过织布坊，发现了颇有姿色的薄姬，就将她纳入了后宫。当然这是后话，我们之后再讲。再看韩信，他平定魏国后，就请求刘邦再给他3万人，他可以顺势拿下赵国。但刘邦哪里还有多余的士兵呢？他就让曹参和灌婴从西魏军的降卒里去补充，补充完剩下的都尽数调往荥阳。然后他让张耳率领本部的8000多人也前去助战。韩信的下一个目标是代国。虽然赵王歇将陈馀封为了代王，但陈馀并没有回到代国，他一直在赵国辅佐赵王歇，而且实际上整个赵国也都是陈馀在实际控制着。魏王豹被俘虏后，陈馀就知道韩信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代地，于是他打算先下手为强。他的计划是让夏月率领2万人南下，屯兵于介休，然后派出精兵守住太岳山和吕梁山之间的狭窄通道，堵住汉军。但是当代军的先锋来到介休北边的巫县时，汉军的先锋陈豨已经抵达了介休，这样陈馀想堵住汉军的计划就慢了一步。陈豨先是试探性的攻击代军，随后孔据和陈赫也率部赶到，代军只能后撤。夏月计划从府口行撤兵到武安，与赵军合兵一处，但韩信早已预判了他的计划。他让汉军的步兵北上太原郡，骑兵则在灌婴的率领下向东，从白行登上太行山，再折向太行行北上，先一步沿着府口行东进，到达武安附近。当代军沿着府口行东进时，遭遇了汉军的骑兵，双方展开厮杀。随后韩信和张耳也率领大队人马赶到，将代军包围。虽然代军此时已经完全处于劣势，却誓死不降，一直激战到第2天，直到夏月被擒，
代军才投降。这让汉军付出了3、4千人的惨重代价，因此韩信愤怒至极，下令斩杀了夏月，代地平定。此时刘邦在荥阳告急，曹参便率领1万多人返回荥阳支援，韩信和张耳则率领不到3万人继续东进，攻打赵国。10月，赵王歇和陈馀得知韩信引兵攻赵，便陈兵20万，在井陉口阻击汉军。韩信率军来到井陉口，分析战局后，他便开始布阵。他先是安排了1万人的先头部队，背靠着绵河，摆开阵势。赵军见韩信摆出的是没有退路的绝阵，马上报给了赵王歇。赵王听后便嘲笑韩信，这完全是犯了兵家大忌的阵型，韩信这次是死定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一方面韩信的军队中很多都是魏国的降卒，他布下没有退路的阵型，就是让他们拼尽全力的去抵抗，无路可逃。另一方面，他想让这些人抵抗的将是赵国的全部兵力。天刚亮，韩信便打起了大将军的旗号，击鼓进军，向井陉口发起冲击，赵军也出营抵抗。但双方激战良久之后，韩信就命令汉军佯装战败，引军退入到河边的决阵之中。赵军见状，觉得消灭韩信的时机终于到了，便倾巢而出，追击汉军。可这正是韩信想要看到的结果。当赵军倾巢而出，与汉军在河边的决阵上激战之时，韩信早已偷偷地安排了2000名轻骑兵埋伏在赵军大本营的附近，等到赵军倾巢而出后，便冲进赵军的大营，迅速地拔掉赵军的旗帜，换成汉军的旗帜。而在决阵中的汉军因为无路可退，只能与赵军拼死厮杀。赵军久战不胜，想要退回到营垒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大本营里飘的竟然全都是汉军的旗帜，便误以为汉军已经将赵王歇给俘虏了。于是阵势大乱，四散奔逃。汉军则两面夹击，大破赵军，在止水附近斩杀了代王陈馀，活捉了赵王歇，赵国战败。这就是韩信背水一战的历史背景，仅用3万人打败赵国的20万大军。之后，韩信又听从了李左驹的计策，派使者前往燕国，劝降了燕王臧荼，燕国投降。至此，韩信连灭魏国、代国、赵国、燕国，所有北方的大国里，除了齐国，已全都被韩信给平定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韩信在黄河以北攻城略地，连灭4国，但刘邦在荥阳城里却依然是危机四伏。楚汉双方围绕着成皋打成了拉锯战，成皋几次易手，刘邦再次死里逃生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成皋之战。公元前204年4月，楚军数次切断汉军的粮道，被困在荥阳城里的刘邦粮草告急，被迫向项羽求和。项羽本打算同意刘邦的求和，但范增却坚决反对，他劝项羽，刘邦很快就能击败，何必要放虎归山呢？项羽决定派遣使者去刘邦的大营里打探虚实。当使者来到汉营的时候，刘邦听取了陈平的计策，实行了反间计。刘邦先是让人准备了丰盛的筵席，正准备捧着佳肴给使者进献时，却故意假装惊讶地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，原来是霸王的使者呀！”随即就让下人将美味佳肴撤下，换成了粗茶淡饭来招待项羽的使者。使者回去后就汇报给了项羽，项羽便开始怀疑范增和刘邦之间有秘密往来，就开始冷落范增，还夺去了他的权利。范增大怒，表示要告老还乡，项羽却爽快地答应了。范增愤怒地离开项羽，但还没走到彭城，就因为背上长了毒疮发作而死。就这样，项羽手下唯一的谋臣也离他而去了。可让刘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除掉范增后，项羽更像一只发了疯的小猛兽一样，更加疯狂地向荥阳发起攻击，荥阳危在旦夕。紧要关头，刘邦又采用了陈平的毒计。他让纪信假扮成刘邦，带领2000名身穿汉军服装的妇女从荥阳城的东门出去，趁着茫茫夜色假装向项羽投降。于是就把荥阳城4周的楚军都吸引到了荥阳城的东门，刘邦则趁机从荥阳城的西门狂奔而去，逃回了关中。项羽知道刘邦骗了他，就把纪信给活活的烧死了。刘邦临走前任命周克为主将，
聪公和投降过来的魏豹为副将，继续坚守荥阳。但第二天晚上，周柯和聪公就将出尔反尔的魏豹给杀害了。5月，刘邦回到关中后，重新召集新兵，准备继续东出，却被袁生劝阻。刘邦听从了袁生的建议，率军从武关出来，到达宛城和叶县，引诱项羽南下，减轻荥阳的压力。项羽果然亲率主力南下，攻打刘邦，但刘邦却坚守不出，项羽也拿他没办法。而此时，彭越的军队已渡过睢水，在下邳击杀了楚国的将领薛公。项羽等在这里，刘邦也不跟他对战，便留下中公驻防成皋，自己则领兵去攻打彭越。项羽走后，刘邦就趁机北上，击败中公，收复了成皋。与此同时，刘邦命令灌婴和晋射率领骑兵突袭荥阳、阳武、襄邑，之后深入到鲁下，大破相关的楚军，切断了楚军的粮道。6月，项羽击败彭越后，突然返回荥阳，打了汉军一个措手不及。周柯和聪公始料不及，荥阳城被攻破。项羽劝降周柯和聪公不成，一气之下就将二人给杀害了，然后开始围攻成皋。当荥阳危难的时候，远在赵国的韩信和张耳是要前来救援的，但不知为何却迟迟未到，导致成皋危在旦夕。刘邦便再一次从成皋的北门仓促出逃，渡河北上。到达修武后，一大早他就和夏侯婴自称是汉使，进入到韩信和张耳的军营。这时韩信和张耳还没起床，刘邦就直接进入了他们的卧室，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，召集各位将领，重新对他们做了安排。等到韩信和张耳起床后，才得知刘邦来了，不禁大惊失色。刘邦就借此机会痛批韩信，削减了他们的兵权，将大部分兵力归自己统领。之后，他命令张耳继续留守赵地，任命韩信为相国，收集剩余的赵兵去攻打齐国。8月，刘邦率领着原属于韩信的汉军到达了黄河北岸。现在他又统领了一支大军，准备与项羽交战。但他及时采纳了郑重的谏言，深沟高垒，坚壁不战。同时派遣卢绾和刘贾率领2万多人渡过白马津，协助彭越袭击楚军的后方，焚烧楚军囤积的粮草，攻下了睢阳、外黄等17座城池，切断了楚军的补给线。项羽无奈，只能再次领兵东归。临行前，他让曹咎据守成皋，钟离昧据守荥阳，并且叮嘱曹咎切不可和汉军交战，只要别让他们向东行军就可以了。刘邦本来想舍弃成皋以东的地区，驻守巩县和洛阳，但利益姬却极力谏阻，让他应该趁机收复荥阳和成皋，并且自荐去齐国游说田广，使齐国归附汉王，这样就可以让项羽两头都不能兼顾。刘邦便采纳了利益姬的建议。10月，刘邦派遣士兵连续数日辱骂曹咎，激他出战。曹咎终于被激怒了，准备领兵渡过泗水来攻打汉军。可当曹咎的士卒刚刚渡到泗水一半的时候，汉军却突然杀出，楚军大败。曹咎、司马欣、董翳都在泗水之上自刎而死。刘邦再次收复成皋，占据了敖仓，屯军于广武。项羽回到楚地后，迅速地攻下了10余座城池，却听说成皋再次失守，就急忙又回师广武。但项羽回来后，刘邦又闭城不战。楚军的粮食缺乏，不利于久战。为了迫使刘邦投降，项羽就把刘邦的父亲拉到广武山上，要挟刘邦，如果不投降，就把刘邦的父亲下锅给煮死。刘邦却说，当初我们2人在楚怀王的面前发誓结为兄弟，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，如果你要煮了咱们的父亲，别忘了给我留一碗肉汤啊。项羽听后更加恼怒，决定杀了刘太公。这时项伯连忙劝阻项羽说，现在杀刘太公还不是时候，一旦刘太公死了，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项羽便听从了项伯的劝谏，刘太公才幸免于难。就这样，刘邦在广武和项羽展开了对峙，楚汉之争打成了持久战。而韩信则率军去攻打齐国，那么齐国又是怎么攻破的呢？请看下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邦和项羽还在广武山上对峙着，韩信则率军去攻打齐国。
与此同时，利益基也请命去往齐地，去游说齐王归汉。那么，齐国能够平定吗？此战中，韩信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韩信平定齐国及渭水之战。公元前203年10月，当韩信率军临近平原渡口时，听说利益基已经说服了齐王归汉，就打算停止武力攻齐。但韩信的谋士蒯彻连忙劝说韩信，将军是奉命前来攻齐的，现在也没有收到让你停止进攻的命令。如果你不去进攻，那么你拿下赵地的功劳，到时候还比不上利益基这个庶儒呢。于是韩信便听取了蒯彻的建议，决定攻齐，立夏之战爆发。齐军由于已经降汉，就放松了对汉军的警惕，再加上汉军是从平原渡口绕道而来，突袭齐军，导致驻守在历下的华无伤和田解全军覆没。之后，韩信率军继续向东进攻，直取临淄。齐王听闻韩信大破历下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是利益基欺骗了他，便用大鼎将利益基给烹杀了。然后齐军兵分4路撤离临淄，齐相田横率军逃往鄱阳，齐首相田光则逃往城阳，齐将田忌去往胶东，齐王田广则率部逃到高密。齐人之所以各自为战，是想再一次让韩信也陷入到齐国的战争泥潭中，就如当年的项羽一样。韩信听说齐王田广逃往高密，便亲率大军前去追击，到达高密后，将大军驻扎在渭水西岸。齐王田广走投无路，连忙派人向昔日的仇敌项羽求救。项羽便立即以项佗为主将，龙驹为副将，率兵12万开往齐国。其中项佗率领8万人马从东郡南下，在砀郡与龙驹的4万人马会合，然后向东走泗水和沂水北上，到达高密。项佗先是派人去和齐王田广谈判，齐王许诺，只要楚军能够打败汉军，齐国愿意将琅琊郡割让给楚国。最终双方达成一致，共同抵御韩信，合计兵力号称有20万之众，而韩信只有5万多人。项佗让龙驹带领本部的4万人驻军于渭水东岸，首先和韩信开战。就这样，双方于渭河两岸隔河对峙，拉开了渭水之战的序幕。韩信观察地形后，提前做出部署，他让人连夜做了1万条口袋，装满沙土。派将军傅宽率军5000，在渭河上游10几里的河面狭窄处，用沙袋将渭河堵住，水位便开始下降。然后他亲率一支队伍渡过渭水，去攻打龙驹。龙驹见韩信亲自出战，便率军迎击，向汉军发起冲击。激战片刻后，韩信便佯装败退。龙驹以为韩信怯弱，便率军紧追汉军。汉军一直退到渭河以西，等上岸后，韩信就命令傅宽立即掘开堵塞渭水的沙袋。即刻间，堵塞的河水便汹涌奔腾，向着下游冲了过来。正在渡河的楚军被水一冲，力脚不住，数千人便随波逐流而去。还未渡河的士兵则已经无法过河了，只能站在河岸上看着对面。而龙驹亲自率领已经渡过渭水的楚军只有1万多人。过河后，龙驹也意识到了情势危急，连忙整顿兵马，准备发起冲击。可韩信早已命令曹参和灌婴在河岸的芦苇中埋伏着，等到龙驹一上岸，便一同杀出。随后韩信也率军赶来。就这样，龙驹的1万多人成为了一支孤军，被汉军团团围住，无路可退。但韩信却围而不攻，并不着急与龙驹决战。此时正是冬季，还下起了小雪，仅1个晚上，楚军就被冻死数百人。天亮后，龙驹让周兰率军坚守，他自己则只率领1000余名亲兵准备突围。而韩信却不跟他硬拼，他让汉军的各个都尉各率1000人轮番投入战斗，持续消耗楚军。龙驹只能率军持续战斗，疲于奔命。就在他们被消耗到筋疲力尽时，韩信又让丁礼率领1000步兵，丁父率领1000骑兵也加入战场。龙驹的亲兵终于坚持不住了，但龙驹还是一直战到最后，直到战死。龙驹死后，周兰便率领近万名楚军投降。而在河岸对面的楚军见主帅已死，过河的士兵都已投降，便开始溃散。
齐王田广更是如惊弓之鸟，弃城逃往城阳，结果被汉兵活捉后斩首。随后，韩信命令曹参进攻胶东，斩杀了田忌。灌婴进攻鄱阳，田横听说齐王死了，便自立为齐王，回军攻打灌婴，结果在鄞县被灌婴打败，田横逃往梁地，归附了彭越。至此，齐地彻底被平定了。龙驹战死后，项羽非常恐慌，连忙派遣武涉去规劝韩信，让韩信反汉联楚，三分天下，但遭到韩信的拒绝。武涉走后，韩信的谋士蒯彻也来劝他，让他占领齐地和楚汉三分天下。韩信还是没有同意。几天后，蒯彻再次劝说韩信，韩信依然不为所动。蒯彻意识到他的这个劝谏如果不被采纳，将会自命不保，感到非常害怕，就假装疯癫，做起了巫师。最终，韩信虽然没有反叛汉王，但也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广武山与刘邦会师，共同对抗项羽，而是派人给刘邦上书，说齐国狡诈多变，又与楚国相邻，担心他一走，齐地再生事端，不如将他设为假齐王，名正言顺地统治齐地。而此时，刘邦在广武山上已经被项羽围困了几个月了，形势十分危急。看完韩信的上书，十分恼怒，大骂韩信不来救汉军之危，竟想着自立为王。张良和陈平就赶紧在暗中踩刘邦的脚，凑近耳朵说：“我们现在处境不利，怎能禁止韩信称王呢？不如趁此机会就立他为王，并好好善待他，让他自守一方，否则可能会发生变乱。”刘邦经过提醒，也明白了过来，改口骂道：“大丈夫平定了诸侯，就应该做个真王，何必要做假王呢？”于是他派张良亲自前去齐地，封韩信为齐王。至此，齐地彻底平定，刘邦也稳住了局势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马走日，象走田，车走直路跑翻山，士走斜线护将边，小卒一去不回还。这是象棋的口诀，打开象棋，在棋盘的中间还会有4个大字：楚河汉界。那么楚河汉界实际上指的是哪里呢？这和刘邦与项羽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，讲解鸿沟之盟及楚河汉界。在荥阳城的西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，叫广武山。广武山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道，被称为鸿沟。鸿沟出现于战国时期，公元前360年，由于莆田泽的水面收缩，魏惠王便将北边的黄河水引入莆田泽，并在此后的20多年里继续向东南开凿，一直打通到颍河，再由颍河汇入到淮河。鸿沟便成为中国最早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。刘邦和项羽就依托鸿沟，在广武山上隔河对峙着。鸿沟的沟口宽约800米，深200米，双方的军营就驻扎在鸿沟的两边，现在还留有遗址。西边是汉王城，长500多米，城墙的最高处达10米多；东边是霸王城，长400多米，城墙最高处为15米。而中间的这条鸿沟，便是中国象棋上真实的楚河汉界。公元前203年，刘邦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。他自己亲率大军与项羽在广武山上对峙着，即使项羽用烹杀刘太公为要挟，刘邦也不和项羽正面交锋，紧闭营寨，坚守不出。而韩信则不断地在北方开辟着第2战场，灭掉了魏、代、赵、燕后，又灭掉了齐国，兵锋直指楚国的腹地。与此同时，彭越也在项羽的后方不断地打游击，侵扰着楚军的粮道。久而久之，项羽的军中粮食枯竭，士气低落，逐渐陷入了绝境。项羽为了迫使刘邦与他决战，便天天派人在鸿沟边上骂阵。刘邦就找了一个名叫楼烦的神箭手，去射杀骂阵的楚军士兵，一连射杀了3批后，再也没人敢来骂阵了。项羽大怒，便亲自来到前线。楼烦远远望见项羽，怒目圆瞪，盯着自己，顿时就胆战心惊，没了力气，逃回汉营后，再也不敢出战。随后，项羽又给刘邦下了一封战书，要和他1对1决斗。他说：“天下苦战，皆因你我2人而起，我们不如临阵单挑，免得再制造死伤。”可此时项羽23岁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无人能敌。
反观刘邦是个年过53岁的老人，武力值更是无法和项羽相提并论，怎么可能答应呢？刘邦便拿出檄文，列数了项羽的10大罪状，念给项羽听。1. 违背怀王之约，将我流放于蜀汉。2. 巨鹿之战前杀害了自己的上司宋义。3. 巨鹿之战后擅自带领诸侯进入函谷关。4. 进入关中后肆意屠杀，烧毁秦王宫，盗掘秦始皇陵。5. 杀害了秦王子婴。6. 在西安城屠杀了秦军20万降卒。7. 流放雇主，与诸侯擅自分割天下。8. 将义帝熊心逐出彭城，而后自己将彭城当作了都城，并且夺取了韩王的土地。9. 暗杀义帝于江南。10. 作为人臣，而是杀其主，杀降兵，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让天下所不容，是个大逆不道之徒。这就是你犯下的10宗罪，所以我要带领诸侯诛杀残贼，怎么可能和你单挑呢？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，当即命令潜伏在一旁的弓弩手向刘邦射出冷箭。刘邦猝不及防，一箭直接射在了胸口上。虽然没有当场射杀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胸口中箭，后果仍然十分严重。倘若刘邦的伤情暴露，汉军官兵的士气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楚军趁机发起攻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于是刘邦急中生智，强忍着剧痛，掰断箭矢，然后捧着脚说：“你们的箭法也太差了，竟然射中了我的脚趾。”就这样，他既蒙蔽了楚军，也稳定了汉军的军心。从此之后，象棋中也多了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将帅不能相见。随后，刘邦在众人的搀扶下回到了营帐。进入营帐后，刘邦就卧病不起，一连昏迷了数日。张良担心刘邦的伤情会动摇军心，更担心楚军知道后会趁机发起攻击，汉军将会一败涂地。于是等刘邦一醒，张良就连忙建议让刘邦强忍着伤痛去巡视军队。汉军的将士们见刘邦毫发无损，便军心大振。消息传到对岸的楚营，在得知刘邦并无大碍后，也不敢贸然出击，这便给了汉军难得的喘息机会。但这次外出检阅也让刘邦元气大伤，病情更加严重，只好谎称要继续巡视成皋的军队，便借机进入成皋，安心养伤。等刘邦的伤势好转，重新回到广武山时，项羽已经陷入了更深的绝境。此时彭越已经完全占据了梁地，包括古城、巨野、昌邑、定陶、虞县、睢阳、夏邑等广大地区，用游击战切断了楚军的粮道，而且齐国的田横也投靠了彭越，彭越的实力就更强了。与此同时，韩信被封为齐王后，也从齐国出兵攻打楚国。龙驹的战死让楚军的后防变得十分脆弱，灌婴便顺利地攻占了楚国的大片土地，彭城面临着严重的威胁。刘邦派侯公去游说项羽，侯公见到项羽后便提议，大王应该顺应时机，与汉王平分天下。大王可以建立名号为东帝，以安抚东方的诸侯，而汉王已经年老，也厌战了，将一生都为西方之王，侍奉楚国。项羽便对侯公描绘的未来有些心动，再结合自己此时的处境，便同意了和谈。公元前203年9月，楚汉双方签订了鸿沟之盟。盟约规定，以鸿沟为界，鸿沟以西归汉，鸿沟以东归楚，两国就此罢兵，永不交战。达成协议后，项羽便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以及夫人吕雉等人。两军将士得知盟约签订后，也无不高呼欢庆议和。战争终于要结束了，再也不用打仗了。随后按照约定，项羽带领楚军东撤，打算回到彭城，刘邦也准备回到关中休养生息。可张良和陈平却极力地劝说刘邦道：楚军已经是兵疲粮尽了，此时正是灭楚最好的时机，岂能放虎归山呢？刘邦便同意了他们的劝谏，决定撕毁盟约，追击楚军，并让韩信和彭越也南下会师，合力攻楚。就这样，楚汉议和才刚刚结束，刘邦就单方面撕毁了条约，追讨项羽。那么项羽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下期再讲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鸿沟之盟签订后，项羽便率领楚军东撤，准备返回彭城。
而刘邦却在张良和陈平的建议下撕毁盟约，开始追击项羽，至此揭开了垓下之战的序幕。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，霸王别姬，乌江自刎，这一系列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也随之上演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霸王别姬及垓下之战。刘邦在追击项羽的同时，命令韩信和彭越也前往固陵会师，一起围歼项羽。项羽得知刘邦竟然出尔反尔，刚刚签订的盟约就反悔了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立即率领10万楚军掉头来攻打汉军。此时刘邦已经率军到达了固陵，可他发现韩信和彭越都没有前来会师，同时放了他的鸽子。只靠他这一支汉军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项羽呢？结果不出所料，大败而归。于是他便引兵退入壁垒，坚守不出，再次与项羽在固陵展开了对峙。刘邦无奈地问张良：韩信和彭越都不听命令，调遣不来，该怎么办呢？张良说：你只要能帮他们圆了梦，他们就会来的。于是刘邦便听取了张良的建议，给韩信和彭越都加封了大片的土地，并将彭越封为梁王，再次确认韩信齐王的地位。果然10月底，韩信和彭越同时发兵前来救援刘邦。接着灌婴引兵攻陷了彭城。刘邦的堂兄刘贾渡过淮水，诱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。周殷举九江之兵迎接英布，让他重新统领九江。然后合军北上，进攻城父。项羽得知后院起火，便放弃了与刘邦的对峙，被迫向东南撤退。项羽一走，刘邦也从固陵出发，紧随其后。11月，项羽引兵到达垓下，然后筑垒安营，整顿兵马。此时楚军的总兵力约为10万人。12月，刘邦、韩信、彭越、英布4路大军会师于垓下，合计兵力达到60多万。彭城之战时，刘邦也曾率领诸侯联军56万进驻彭城，结果被项羽的3万骑兵就给打败了。而这一次，刘邦将60多万军队的指挥权全都交给了韩信。事实证明，刘邦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。韩信知道项羽征战多年，从未有过败绩，他最强的战术就是骑兵突袭。于是他的破解之法就是封锁加包抄，让项羽的骑兵发挥不了作用。他命令刘贾和英布将楚军南面外围的出路全部封死，命令彭越封锁北面的出口，让孔熙率军数万为左翼，陈赫率军数万为右翼，他自己则亲率30万大军居中，作为前锋主力。刘邦率军10万跟在韩信的后面，刘邦军的后面是周勃率军负责断后。就这样，韩信就将项羽的10万大军牢牢地围困于垓下。而此时的项羽，长江以北的土地已全部沦陷，前无粮草，后无援军，剩下的这10万人彻底成为了一支孤军，可以说是进退两难，毫无生机。但对于项羽来说，越到逆境就越能激发他的战斗力。巨鹿之战如此，彭城之战亦是如此。他的第一个战术就是斩首行动，他要在几十万汉军的阵营中取敌方主将的项上人头。可韩信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，他已将刘邦安排在了他主力大军的后面。项羽率军出发了，他带领10万楚军倾巢而出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犹如一把尖刀，向着韩信的主力大军就冲了过来。项羽更是一马当先，左砍右劈，一路上无人可挡，直接朝着韩信本人就杀了过来。项羽骑兵的冲击实在是太过于强悍，韩信的30万大军也抵挡不住，只能被迫后撤。可是项羽已经杀红了眼，继续奋力追杀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汉军的左翼和右翼也从2个方向以前行攻势围了过来。项羽因为带领骑兵冲得太快，导致骑兵和步兵之间失去了配合。汉军就趁机迅速地将楚军的骑兵和步兵一切为二。项羽无奈，只能回撤救援步兵，然后全军再次奋力突围，退回了垓下。此一战，楚军伤亡4万，被俘2万，跟随项羽退回营地的只剩下了4万人。汉军尽管伤亡更大，死伤高达10多万人，可经此一战，双方兵力的对比从当初的6比1变成了10比1还要多，悬殊更大了。
楚军被围困在垓下，在寒风刺骨的黑夜里缺衣少粮。汉军则在四周的高岗上举着火把，将楚军团团围住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。为了消磨楚军的意志，汉军开始唱起了楚歌。在这荒凉寂静的夜晚，凄婉的楚歌终于让这支兵困马乏、没有补给的孤军失去了心理防线。一方面，楚歌勾起了楚国士兵的思乡之情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误以为刘邦已经完全收服了楚地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唱楚歌呢？于是楚军便纷纷地开始逃窜，歌声也惊醒了项羽和虞姬。面对虞姬，项羽心如刀割，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现在就连最心爱的人也无法保护了。他拔剑而起，慷慨悲歌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虞姬也起舞和歌。关于虞姬最后的结局，正史并没有记载，只能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。午夜时分，霸王告别了虞姬，带领着800名骑兵向南突围，竟然突破了汉军的重重包围，向南逃去。天亮后，汉军才发现昨夜跑出去的竟然是项羽本人，于是连忙命令灌婴率领5000名骑兵前去追击。项羽渡过淮河后，整顿兵马，身边只剩下了100多人。走到阴陵的一个路口时，项羽迷路了，他去问路边的一个老农，老农却给他指了向左走的路。项羽便率军向左跑去，却走到了一片沼泽地，无法通行，而后面汉军的追兵也已赶到了。项羽只能返回，与汉军的骑兵展开厮杀，随后再次突围出去，带兵逃到了东城。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了28名骑兵。项羽对他们说：我从起兵到现在已有8年，历经大小70余战，从未有过败绩。今天并不是我失败了，而是天要亡我，不信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于是他将28个人分为7个小队，命令他们向不同的方向进行突围，突围后在东边集合。然后项羽再次冲向汉军，横冲直撞，连杀数人，斩杀1名将领后向东突围而去。这一战，项羽只损失了2名骑兵，剩下26个人，而汉军却损失了数百人，还有2名将领。接着，项羽带领骑兵再次向东逃去，到达了乌江。乌江亭长早已等在了这里，并为他准备好了渡船，劝他渡过长江，回到江东后还可以卷土重来。可项羽说：我曾带领8千江东子弟过江，现在却没有一个能够回来，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呢？于是他将乌骓马送给了亭长，然后命令骑兵全部下马，手持兵器，冲向灌婴率领的汉军骑兵，再次展开厮杀。正在项羽击杀之时，看到了汉军中的老相识吕马童，项羽便停下了厮杀，对吕马童说：我听说刘邦花1000金封万户侯，想要购买我的人头，我们也算是故人，今天就将我的人头送给你吧。说完，项羽便自刎而死。至此，一代战神就此陨落，年仅31岁。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曾写下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这或许就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吧。项羽的死亡也标志着楚汉之争也正式结束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